爸，外面雪这么大，路上危险，今天别去了吧。傻女儿，快回去再躺会儿。山里那些老人出不了门，正等着爸的车呢，生意说不定更好。学校要交钱？一轮复习费1300。给老师说一声，明天交。1300，爸给你挣，砸锅卖铁也给你挣回来。我叫陆晨舟，关中农村出来的，18岁南下，在这台机器旁一站就是20年，一个月挣8000多，自己只留300，剩下的全寄回家。可几个月前，厂子说不要我，想扔一块用旧的抹布，回到家才知道，媳妇儿早家底在麻将桌上输了个精光，还欠了一屁股债。他嫌我没用，撇下我和一双儿女走了，再没回来。一个40出头的男人，半辈子只会跟机器打交道，在县城连份扛包的活都找不上。儿子住校不愿见我，女儿还在念高3，这个家就剩我一根独苗撑着。走投无路，我把最后一点钱拿去买了这辆破货车，改装成流动小卖部。山里年轻人都走光了，只剩老人。我开着它，一头扎进了800里秦川的褶皱里。这是我唯一的活路。今天跑了一整天，总算凑够1300了。之下的复习费有了，明天一早就给他送去。我说狗大爷，大冷天的您挑这风水宝地堵着，是专门等我呢？行，我请客，吃饱了给哥让条道，成不？瞧，还是吃的好使。这世道啊，不管是人还是狗，不都是为了一口吃的，得低头吗？正在检测，跨界坐标锁定，目标宿主青州。什么声音？谁在说话？车，我的车没了！这就是我的命吗？像头拉磨的驴转了辈子，现在全完了。爸，一轮复习费1300。我不能放弃，死在这里，之下怎么办？我得回去。丁，检测到宿主陷入绝境，2件牛马系统已就绪，是否绑定2件牛马互助系统？系统，我不想绑定，我只想回家。想要回归原世界，必须绑定本系统并成功激活。丁，绑定成功，欢迎第007号宿主，2界互助系统待激活，新手任务获取本世界信任与感激值各10点，任务奖励解锁回归权限，任务失败永久滞留此界。不能再走了，得挖个洞凑合一晚。这下一定回去。喂，前面的大哥，等一等！鬼呀！别跑，大爷，你们别怕，我不是坏人，我是山那边来的，迷路了，能不能告诉我这是哪里？你真的是人？大爷，我是从山对面过来寻亲的，昨天走到这里，天黑迷路了，在雪窝子里睡了一觉。你是从南边山里出来的？你家亲戚是在陈仓县城还是哪个村里？大爷，现在是哪个朝代啊？现在是建安7年，到处打仗，老百姓都活不下去了。大爷，你们这是要去哪里？家里断粮好几天了，想把这些柴火挑到城里换些粟米。刚好我也要去县城寻亲，我们一起走吧。大爷，
这是你孙女，这是小老儿的嫡女。大爷你贵姓？今年贵庚多少啊？小老儿名叫石川柱，今年39。39，比我还小2岁。酸枣，忍一忍，今天去市集，若有人买你，以后就不会饿肚子了。卖女儿？她多大了？15了，年头不好，娃吃不饱，不长个儿。给，吃吧，垫垫肚子。贵人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啊！这太金贵了，小老儿。拿着，给孩子吃。天大的事儿，吃饱肚子再说。放心，我不要你们任何东西。谢谢贵人，谢谢贵人护命之恩，酸枣快磕头啊！丁，检测到目标石栓状感激度提升。丁，检测到目标酸枣感激度大幅提升。检测到目标石栓柱对宿主信任度提升，信任值+2。看来激活系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。怎么才能让他们对我多一点信任？才2点信任值，这要攒到猴年马月才能激活系统。自己昨晚没回去，指甲肯定急坏了。那是什么？连年不太平，官府查得严，进城都要验船的。贵人，您没带船吗？船？就是官府核发的，写着姓名、籍贯、出生年月的小竹片，算是录纸和身份凭证。用这个，这是我大儿子狗儿的，前年被强征入伍，就再没音讯了。贵人，您背上那包太扎眼。石狗儿，是小人。陈仓县石家要人，婚否？家嫔尚未娶妻，年满16未婚配。朝廷有令，鼓励生育，添丁进口。看到那边没有？这些都是前些日子抓回来的匈奴战俘和流民。上头有令，凡适龄未婚择，须得从中择一婚配，为朝廷开枝散叶。你也过去挑一个带走。我要这个，这个胳膊粗，能干活。磨蹭什么？快选，后面的人还等着呢。哼，若是无钱，便去那边画押，日后服3个月徭役抵债。官爷，小人只有这些米了，求您行行好，小人身体残疾，实在服不了徭役。行了行了，算你走运，画押，把人领走。真是晦气。可用米度，我包里有大米，但这雪白精米拿出来太扎眼。军爷，小的肚子疼，上个厕茅房。懒驴上磨屎尿多，快去快回，若敢逃跑。谢谢您嘞。爹，给我个空布袋，快！看着身形尚可，些许瑕疵无妨。独主屋内朝夕相伴，相处久了自然都一样。就是，身旁这位身子材弱，耗费粮食带回，怕是撑不过明日，还要费心安置妥当。谁知道那匈奴女脸上的斑传不传染？别婆娘没做成，把自己也搭进去，晦气，真是晦气！花2管钱挑这种货色，石狗儿，磨蹭什么？
就剩这2个了，赶紧挑一个。我选他。这罗伯伯怕不是个傻子，2斤米换个死人回去。哦，看他这副穷酸样，怕是连口薄罐都买不起，用完直接扔乱葬岗喂野狗吧。这米，你这米从何而来？还有没有？官爷，这米是小的上次走镖，主家给的报酬，就这点了，准备换盐的真没了。这匈奴娘们儿挂这儿半个月了吧，天天瞪着眼，跟要吃人似的。可不是，连妓院都嫌他脸上那玩意儿晦气，不肯要。头儿说了，再没人要，明天就跟那批牲口一起送矿上去。那些挖矿的黑探头可不在乎脸上有没有斑，是母的就行，就是不知道这娘们儿能撑几天。官爷，您看，也没人要了，怪可怜的。小人，能不能2斤糙美，把它也换给小人？小人明天一定把米送来。行，看你也是个实诚人，2斤糙麦，明天这个时辰送到这里来。不过规矩得跟你讲清楚，官府给你们配发妻室，是为朝廷添丁增口。按律，一个女子2年内必须生育3子。你如今领了2个，便是6子。哼，若2年后数目不足，你就得自备兵器甲胄，顶替你欠下的人丁，去前线充为兵粟。官爷放心，小人明白。小人这就回家，立马就开始努力造娃，明天一定让我爹把米送来。愣着干什么？想被送去矿山吗？跟上！布鲁芬的胶囊壳带不出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怎么被抓到这里的？连梯云珠。贵人，小老儿求求您了，求您把酸枣也买了吧。小老儿不要钱，1粒米都不要，只求您发善心，给他一口饭吃，让他能活下去。是，栓主，你先起来，这事儿容我想想。4斤米换1个女人，我卑微，我包含有20多斤精米，这是巨款。你和酸枣在这里看着他，别让人打扰。你跟我出去一趟。你在门口等着。掌柜的，收粮吗？收什么粮？疏米、粟米还是麦子？品相如何？量有多大？这是快请里面说话。看茶，上好茶。
这位贵客，敢问这是何仙道？从何而来？您手上有多少？来源不便透露，此乃海外异种，数量嘛不多。掌柜的，你开个价吧。3贯钱一斤，你有多少，我要多少。掌柜的，你这价没诚意啊！此米乃贡品，若非府上缺钱，我也不会出手。别，4贯一斤如何？5贯，少一文，我另寻别价。好，5贯就5贯，顾客有多少，敝行全收了，现钱结清。大概20斤。21斤，21斤，105贯，就是10两银子，外加5贯铜钱。贵客稍后，我这就让人准备银钱。贵客，以后还有这种好货，一定要想着老夫啊！阿顺，打听打听此人来历。是，严掌柜。客官，用些啥？2碗汤饼，1斤卤肉。好嘞，您稍等。吃啊！叫你吃你就吃，你要敢再跪，这肉你就别吃了。客官，可是饭菜不合口味。小二，这汤饼能不能帮忙加点盐？客官，您可知这盐有多金贵？咱们这小店能在和面的水里稍稍放那么一丝丝，已是天大的恩情了。往汤里、肉里抓盐，您怕是走错地方了。得去城东那些贵人老爷们光顾的大酒楼问问。盐在古代是战略物资，我包里那10几袋加点银盐，在这里是堪比黄金的硬通货。但这东西绝不能轻易示人。把肉也吃了。小二，再要1碗汤品，就盛到这个碗里。好嘞。饱了没？饱了，多谢贵人。小人从未吃过如此好吃的吃食，就是忘了给酸枣留点了。伙计，再来3碗汤饼，2斤卤肉，打包带走。好嘞。怎么，怕我付不起铜钱？不是客官，汤饼用什么给您装？忘带了，算了，汤饼不要了，换6个烧饼吧。您稍等。丁，检测到目标人物石栓柱对宿主感激度大幅提升，感激值+5。丁，检测到目标人物石栓柱对宿主信任度提升，信任值+1。别动，你刚好点儿，躺着休息。都饿了吧？先吃东西，快点吃。你也吃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跟病魔抗争。多想谢郎君活命之恩，还赐予吃食，奴婢吃吧。如果你不想留下，随时可以走。你说什么？你真的愿意放我走？不相信你现在就可以走，我不拦你。走。
走就走。贵人，按照我朝律法，买下后他就是你的私人财产，生死都是你的人。在我这里，大家都是平等的，当然，他们也是自由的。病好后，你想离开也可以。小女江月，生是郎君的人，死是郎君的鬼。你叫江月，感觉好些没？怎会落到这步田地？尔等构陷忠良，我江明远无愧于心。车骑将军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回郎君话，奴婢名叫江月，原是城中一户官宦家的粗使丫头，只因前些时日不慎，失手打碎了主家小姐心爱的琉璃花瓶。那宝瓶晶莹剔透，据说是西域传来的珍品，价值连城。主家震怒，便将奴婢发卖了出来。啊！琉璃瓶！你先吃，我出去上个 WC。什么 WC？这种琉璃瓶大概值多钱？郎君，寻常的琉璃盏、琉璃杯，品相稍好的，便价值数金。而您手中这两个，这琉璃瓶如此规整硕大，质地如此纯净无瑕，尤其是这个透明的，内外澄澈，毫无杂质与气泡，堪称绝世珍品。其价值恐怕50两黄金不止。这是药，要不是这药，你的烧能退得那么快。这药好生奇怪，妾身从未见过。这是仙药。仙药，怪不得我感觉自己都要死了，谁知又缓了过来，原来是仙药。你是仙师？小老夫有眼无珠，不知仙师驾临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起来，什么仙师不仙师的，我就是开个玩笑，不许这么叫。礼不可废，仙师与奴婢有活命之恩，又赐下仙药，此等恩德，如同再造。奴婢斗胆称您一声主人可好？此乃奴婢本分，万望主人应允。行吧，行吧，随你，但别再提什么仙师了，听着别扭。把这个喝了，对你的病有好处。丁，检测到目标人物江月，对宿主感激度大幅提升，感激值+5。丁，检测到目标人物江月，对宿主信任度提升，信任值+2。酸枣，你在屋里好好照顾他。你，跟我再出去一趟。是，主人。客官，是赎当还是质押？质押一件宝物。
叫你们掌柜的出来长长眼。什么宝物？小的可以先长长眼，掌柜的在后头歇着呢。这琉璃这么大这么透的琉璃瓶，快去叫掌柜，快！何事如此惊慌？成何体统？纯净无瑕，浑然天成，这工艺闻所未闻。这位贵客，此物您从何而来？家传，掌柜的，开个价吧。30两黄金。且慢，贵客且慢，再加5两，35两如何？40两，50两，50两黄金，这是小店能拿出的极限了。贵客稍后，此物太过珍贵，老朽实在无法做主，需请东家定夺。快去后台请夫人，就说有绝世珍宝，请夫人速来定夺。果然是好东西。姚掌柜，你出价多少？回夫人，老朽出到50两黄金了。这位郎君，50两黄金已是天价。不过此物虽好，却也是有价无市，寻常富户买不起。权贵之家未必肯出如此高价收藏一个瓶子。65两，我通济智库愿出65两黄金，交阁下这位朋友，如何？70两黄金，一口价，但是你们必须得保密。那是当然。郎君如果还有其他宝贝，尽管来找我通济智库。但是郎君，这70两黄金的价格是死当。死当，必须死当。乖，这古代熟女的杀伤力，怪不得曹阿谭的老六老惦记人妻。跟着他摸清落脚处，看看是哪路神仙。记住，只许看，不许动，莫要打草惊蛇。是，夫人。想活命，把你身上那件古怪大衣，还有你背着的包，乖乖交出来。各位好汉，无非是求财，这些银子，各位拿去喝茶，放我们一条生路如何？哼，钱我们要，东西也得留下。别废话，动手！菜刀！有机会就跑，他们的目标是我。哟呵，还敢亮家伙，做了他们！主人小心！石栓柱！妈的，找死！放手！妈的，怎么回事？
有埋伏！背包，我的背包！主人，拴住，撑住！你一定要撑住！没用了，主人。酸枣还有他弟弟妹妹，求您找。你放心，只要我活着，就绝不让他们饿死。这是我陆晨舟欠你的。丁，检测到目标人物临终前对宿主信任度达到峰值，信任值+5，新手激活任务完成，是否立即激活系统？贯穿心扉，没救了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刚才那剑，上午我就发现你们被人跟踪了。若我功力哪怕恢复1成，这4条杂鱼一个也休想逃走。你背叛单于，出卖部落，当诛！行了，不要出声，吵醒守卫又得挨鞭子。我要杀了他们！你掉下悬崖后，高干率铁蹄直扑部落，族中大乱。我趁混乱逃出部落，不想被当作流民抓到了这里。没过几天，发现你也被扔了进来。系统激活了，可回家的船票却丢了。石家3个孩子，现在全落在了我这个现代牛马的肩上。你干嘛？这几人一看就大有来头，我们得赶紧走，防止他们卷土重来。那他的尸体怎么办？冰天雪地的，陈仓城里哪天晚上不冻死几个人？是得赶紧走。拴住兄弟，对不住，只能先委屈你在这里了。等我安顿下来，一定想办法让你入土为安。孩子们的事，我记下了，你放心。贵人，我爹呢？怎么没跟你一起回来？我们回来的路上遭到歹徒抢劫，你爹被歹徒杀了，他的棉袄和金子也被抢走了。
你和家里的弟弟妹妹，以后就跟着我吧。谢谢主人肯收留我们姐弟。小康，此物究竟是何材质所制？那人能拿出仙道与琉璃宝瓶，这随身之物定非凡品。掌柜，东西都在此了。那罗廓除了力气比常人大些，刀法毫无章法，不像有武艺在身。倒是他身边那个贱民，拼死挡了一刀。消失了。仙家手段，仙人定是仙人下凡游戏人间。小劳儿有眼无珠，白日里竟还敢与仙人讨价还价，罪过天大的罪过！那人于酉时3天刻左右，在狮子井附近遇袭，对手4人，皆持利刃。同行老谋被杀，财物被掠，其所穿之怪异棉袍亦被夺走。2名匪徒于顷刻间被暗器封喉，手法快准狠，一击毙命。剩余2人携所抢包裹仓皇遁走。那暗器是块普通竹片，薄如蝉翼，破风声极微。竹片封喉，手法快准狠，一击毙命。你确定你没看错？流影刀，手法很像，但又有些许不同。若是流影刀本人出手，以他往日作风，那4人绝无1人能逃，现场也会处理得更干净，不会留下明显线索，更不会让那陆晨真和其女伴轻易脱身。或者，出手之人有所顾忌，或另有分布。继续远远跟着，不要打草惊蛇。是，夫人。1立方米的货运空间，来回一趟要歇3天，必须先把摊子支起来。今晚丢了背包，但好在马蹄金都在里面。最要紧的是把付席费给知夏送回去。吃完东西收拾一下，这里不能久住，天亮之前我们得换个地方。主人，我们去哪里？先去石家坳接上酸枣的弟弟妹妹，再做打算。丁，监测到目标人物江月对宿主感激值+5，信任值+2。丁，监测到目标人物酸枣对宿主感激值+5，信任值+5。丁，监测到目标人物烈地云珠对宿主感激值+2，信任值+1。我们现在去哪里？罗马市在哪个方向？200两雪花银，同走无期。怎么这么贵？客官，这兵荒马乱的年头，能拉车驮货的牲口比大活人可金贵多了。北边在打仗，南边也不太平，这马还是从陇西好不容易弄来的。200两，一口价。云珠，先去昨晚那个巷子。呀！酸枣，我们带你爹回家。又是个冻死的，这大冷天哪天不抬出去几个？晦气！头儿，这家人还算懂事儿，知道自己搬。要是都像前街那家，死屋里好几天才被发现，烂的那味儿，上头还怪咱们巡街不利。唉，这差事真不是人干的，累死累活就那几个子儿，
还得整天跟死人打交道。我老婆昨天还抱怨我没时间陪她逛集市呢，说我眼里只有工作没有家。我特妈！少废话，赶紧巡完这条街，去茶铺喝碗热汤是正经。这鬼天气！喂，搬快点啊，别堵着巷子。自己家人的事儿自己处理好，别给我们添麻烦。大家都省点事儿 ，OK？ 石狗儿，马车上的可是石狗儿。不要轻举妄动，在这里杀了人，我们谁也走不了。哼，石狗子，这么早就出城，你那媳妇儿的粮钱可是说好了今日来交的，怎么想赖账？官爷，不是小儿不守信，是我爹。我爹他昨夜突发疾病，没熬过去。小人为了安葬父亲，把家里能当的都当了，才租了这辆骡车。你看，爹还在车上躺着呢。欠您的粮，下次进城一定加倍奉还。求官爷通融，让小人先送我爹回家入土为安吧。行了，哭什么哭？晦气，赶紧滚吧！多谢官爷，多谢官爷。记住了啊，石狗儿，粮可以还，这人丁的指标可缓不得。2年6个娃，抓紧！要是完不成，是，小人明白，小人一定努力。好家伙，这比跟工商城管周旋还刺激。主人，你怎么了？不可能！明明，你爸他……老大媳妇儿，赔偿款是单位赔给家里的，爸妈还在，这钱怎么分得商量。就是，大哥是为了这个家没的，这钱理应大家都有份儿。明明还小，你一个妇道人家拿这么多钱，以后嫁人了咋说？老三还没结婚，正是用钱的时候，这房子也该重新分分。明明他妈，你以后一个人带个孩子，也不用住这么大的屋子。放你娘的狗屁！我姐夫尸骨未寒，你们就想吃绝户？赔偿款是给我姐和外甥活命的。妈，这学我不上了。明明，妈不用你寄那么多钱，妈够花，你攒点钱讨个媳妇儿，妈等着抱孙子呢。丧门星，克死我儿子，还有脸盖新房？这钱哪来的？还不是我儿子的卖命钱。这地基是陆家的，你想独占没门儿。老三还没房子结婚呢，这新房子就该给老三。大家评评理呀！这外星人想霸占我们陆家的家产啊！别冲动，跟这种人讲不着理。房子是你妈和你挣的钱盖的，有凭证。他们敢闹，我们就报警上法院。明明啊，奶奶以前糊涂，你看，你现在出息了，这新房子你也不常回来住，空着也是空着。你三叔他对象都快谈成了，就是没地方结婚，你看能不能？奶奶，这房子是我妈和我一砖一瓦垒起来的，莫说它空着，哪怕塌了、烂了，也只会留给我将来的孩子。三叔没地方结婚，他又没缺胳膊少腿，可以自己挣，可以租，可以买，但想打我妈留给我家房子的主意，除非我死。
你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不烧啊！我没事，前面有个大坡着。云珠、酸枣，我们下车退一把。叔，你以前来过石家庵？我以前来过。酸枣，你去牵骡子，我来吧。你也去后面推。呀，是酸枣啊回来了，栓柱呢？咋没见栓柱？阿爹他没了。没了？咋没的？前儿不是还好好的跟你去城里卖柴吗？该不会是……各位乡亲，我是栓柱家的远房亲戚。栓柱兄弟在陈仓城遇到了歹人。哦，这世道，哎，既然有亲戚也好，省得村里还得管这几个娃的脚府。栓子、石头，你们几个去后山找个地方挖个坑，把人埋了吧。天冷，冻土硬，早点干完早点回。栓柱这命啊，天寒地冻的，不让他去卖柴就是不听，留下几个娃可咋办？这亲戚看着也不像宽裕的，有口饭吃就不错了。这年画能活下来就是本事。也是，早走早解脱，不用在这世上活受罪了。不哭，姐回来了，有吃的了。给，先垫垫。吃吧，就是叔叔给你们的。这是什么？你说这是用精铁铸就？这还能有假？煮粥全部煮了。全部？对，今天大家都累了，吃顿饱饭。这是铁锅，就用这个锅煮。凑合着吃吧。丁，检测到目标入连停珠对宿主警惕略微下降，信任度微幅提升，信任值+2，当前累计感激值21，信任值13。我已经攒够回家的路费，但眼下2个女人和3个孩子需要安顿，不能扔下他们。你干嘛？主人奔波一日，尘土满身，婢子服侍主人洗漱是分内之事。被入寒冷，婢子先为主人暖一暖。你就在床上睡，我在地上凑合一下。你病刚好，别冻着。怎么能睡地上？太凉。主人奔波了一天，早点休息吧。你个死丫头，翅膀硬了是吧？你爹才死就敢带些不三不四的人回家？这房子、这地，还有你们3个拖油瓶，现在都归我们管。就是，你大伯还能害你们不成？那外乡人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把你们卖掉了。我给你找了门好亲事，对方虽然脑子不大灵光，但家里院出10斤糙米做评理呢。你跟过去，好歹有口饭吃。这2个小的，我们辛苦点拉扯着，总能长大。这房子破是破了点，收拾收拾也能给你3堂哥说房媳妇儿。不，我不去。阿爹说了，让我们跟着陆叔，陆叔是好人。好人？屁的好人！一个外乡人带俩来路不明的女人，能是什么好人？我看他就是人贩子，骗了你们去小谷卖去挖矿，你和小麦卖去窑子。你以为他真会白养你们3张嘴？没错，李正爷，各位乡亲都快来看啊！这外窜人不安好心，想拐走老石家的8丈老石家的房子。
吵什么吵？栓柱死了，他娃的事儿按规矩是该亲族照应。铁柱，你是亲大伯，照应侄子侄女是应当的。不过嘛，这位陆公子说是栓柱临终前托付的亲戚，昨天不仅将栓柱的遗体送了回来，还帮忙料理后事。你们夫妻昨天在哪里？埋人的时候也没见你们出面。他是骗子！我家哪有亲戚长这样的，还带2个妖女人！李正，各位乡亲，石栓柱临终前亲手将3个孩子托付给我，求我给他们一条活路。我陆沉舟既然答应了，就绝不会食言。孩子，我养。至于某些人说的卖孩子霸房产，我若真是那种人，昨日何必冒险带栓珠兄弟尸身回来安葬，又何必拿出所剩无几的粮食给孩子吃饱？粮食现在有多金贵，你们不知道。空口白话！对，你说托付就托付，谁看见了？孩子是老石家的种，就得归石家管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手。你今天若把出孩子和房子交出来，我们就跟你拼了！这是什么？像是块植物根基这么大。此物名为红薯，也叫地瓜、番薯，是一种粮食。粮食。此物不挑地、耐旱、坡地沙体都能长，而且若精心照料，亩产可达上万斤。多少？上万斤！我的天老爷，吹牛吧！一亩荞米能打300斤就是丰年了，1万斤那还不吃撑死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哪有这种神物？定是你编出来骗人的。就算有，现在才什么时候？离播种还早呢，等它种出来，这几个娃早饿死了。此物现在确实不能种，但我手里还有些现成的。我愿立下约定，在明年3月份红薯种植之前，由我提供一部分口粮，帮石家要度过这个冬天。你提供？你哪来那么多粮食？我自有门路，但我陆某的粮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不白给。你是说以工换粮？正是，劳动才有饭吃，我不养懒汉，这样大家也能熬过寒冬。等到来年，若是红薯真能种成，石家傲或许就不再是今天这般光景了。陆公子此言当真？当真。我可以立字据，3天后先拿出一部分粮食，作为第1期工钱。好，既如此，酸枣姐妹既是栓柱托付给你，又有你接济粮食活命，便由你照应。铁柱，你们也别闹了，有这功夫，不如想想怎么出力气换粮食。当前累计感激值21，信任值13，我已经攒够回家的路费。我要出一趟远门。主人此行约需几日？还是让云珠姐姐陪着一起去吧，也好有个照应。不是丢下你们，我是要去上界取咱们需要的物资。3日，云珠不能跟我去，我走后，你们的安全需要她守护。江月，你也有任务。如果这3天村里有人拿药草或者其他东西来换粮食，你记录下来。3天后我回来，按你的记录发粮。是。小谷、小花，叔叔交给你们一个秘密任务，好不好？好。帮姐姐看好咱们的家。我在那间屋子留下许多宝贝，除了咱们自家人，才谁也不许碰。老鼠来了也要赶跑，能做到吗？现在不许去，我走了才能看。姐，你们快过来看，这么多好吃的！陆公子，你这是？石伯，栓柱是我兄弟，他叫你大伯，我以后也就叫你石伯了。您以后叫我小陆就好。上午咱们不是说以工换粮吗？我要出门几天，这些红薯就先放在你这里，由你发给出宫的乡亲。可是现在天寒地冻，啥活也干不了，就是要修房子，也得等到开春以后啊。修房子先不急，先修条路吧。修路？对，修村南面到后山牛头棚的路。变小。
小卡，变大点儿，变大点儿。返回程序启动，时空锚点锁定，请确认周围是否安全。不是梦，真的不是梦。明明回来了，没丢。陈州，你回来了？你们怎么都来了？听说你几天没回家，我和你三叔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既然安全回来了，家里也没啥事儿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地里还有活。二哥，你不是说让我以后就明明这儿帮衬着看娃吗？咋又走了？你闭嘴！哪儿那么多话？二叔算计了一辈子，听闻我几天没音讯，是想趁机来接管房子，顺便把干不动活的三叔这个包袱甩给两个孩子。昨天下午，知夏哭着找到我，说你3天没回家，电话也打不通，他担心你出了啥事儿。我收了摊儿，跟他把你平常可能去的地方、货运站、批发市场，还有你经常摆摊的路口都找了一遍，没影儿。怕他一个人在家胡思乱想。我昨晚就在这儿陪着他，今天学校有模拟考，早上我嘴皮子都快磨破了，才把他劝去学校。红梅，谢谢你。你过来，两个孩子咋办？大的住校，小的我让他舅妈接去照看2天。你跟你二叔、三叔平时来往多吗？不多。刚才你们吵什么呢？他们，哼！我刚想出门，骑车去你经常卖货的那几个村子找找，他们就进了门。你二叔说你肯定是出了啥意外，回不来了。这家里没个大人不行，要让你三叔过来帮着看家，顺便照顾知夏和知秋。我说你只是联系不上，说不定有啥急事，等回来了再说。你猜你二叔怎么说？他说3天没音讯，电话关机，8成是悬了，得早做打算。还说什么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保国虽然脑子慢点，但照顾2个孩子没问题。我呸！这不就是咒你回不来，是想霸占房子，还想把你三叔这个包袱甩给孩子。我跟他们吵，他们还说我一个外人多管闲事。你是娃他姨，怎么能是外人？这次多亏你了，不然知夏一个人不知道急成啥样。我就是看不得孩子受罪，我姐她不该那么心狠，说走就走，撇下你们爷儿仨。过去的事儿不提了，是我没本事留不住人，怪不得谁。你回来了就好，我也该走了，还得去接孩子，晚上出摊的菜也没准备。姐夫，日子再难也得往前看，为了孩子，你得好好的。
找孩子呢。现在出来的是高1年级，高3还得等会儿，学校错峰放学。知夏，知夏，陆知夏。爸，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怎么？傻丫头，走，上车，爸接你回家。其实走路也挺好的，锻炼身体，而且晚上跑一跑暖和。爸，你买鱼了，还有肉，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咱随便吃点就行了。你赚钱那么辛苦，辛苦赚钱不就是为了吃好点儿？快去洗手，趁热吃。你弟明天回来，今天咱俩先改善伙食。为了知夏在寒夜省下的4块钱车费，也为了石家我眼巴巴等着的灾民，明儿天一亮，先把东汉的这几块马蹄金全变成大钱。爸，热一热剩菜就好了，你怎么还煮鸡蛋了？鸡蛋有营养，快吃。你高3了，营养得跟上。吃完饭，爸送你去上学。给。这2天老师没催你吧？爸，你老实交代，失踪那2天是不是有事儿瞒着我？我怎么觉得你回来以后气场都不一样了？吃完饭就赶紧走。哦，不说算了。爸，你是不是真发财了？给我这么多干啥？资料费昨天小姨就交上了。爸，这些先放我屋里，明天不上课我去还给小姨。知夏，以后爸爸只要在家就接送你，没在的话你就坐公交。高3时间金贵，别浪费路上。2大6小，整整8块马蹄金，差不多70克。今天先带1大1小2块去谈谈现代行情。师傅，收金子吗？咦，后生，你这东西哪儿来的？家里老人留下的，说是有些年头了。有些年头不对，绝对不对。这形制是老的汉寨样式，可这成色，这状态，它怎么可能一点磨损都没有？埋在土里上千年，沙石磕碰，水土侵蚀，就算是金子，也绝不可能如此完整如新。这就像昨天才用古法浇铸出来，然后直接送到了你手上。可这工艺，这浑然天成的古朴韵味，又绝不是现代市面上那些仿古工业品能比拟的。小伙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如果是高仿，这手艺也太逆天了，足以乱真。可如果是真的，那它就不该是这个样子。这东西它不合常理。我也不太清楚，老人就这么跟我说的。这东西我不能收，太怪了。我干这行40年，没见过这样的。你如果真想弄明白，就把这东西放在我这里。我下午去找市文物鉴定所的熟人，如果鉴定是高仿工艺品，我每克1200回收。大意了，这些东汉金块没经过时间的自然氧化磨损，在行家眼里太怪了，必须去买工具，把它们全部熔掉重铸。你们雷老板呢？老子花100万订得野山参，到底什么时候能到货？应该就这2天，到我给您送过去。收，但我们只收品相好的。我的货都是秦岭上下来的。
比如鸡骨草、银阳莪，还有穿山龙等，都是干货。鸡骨草12块1公斤，银阳莪贵点18。穿山龙不值钱，8块。今天没带货，我过2天再来。喂，爸，干嘛？我这周不回去了，跟同学说好了。知道了。天冷，注意加衣服。钱还够吗？我给你转了点生活费。明明啊，你妈走得早，给你连一个兄弟姐妹都没留下。前阵子听说你不去南方了，你媳妇儿……舅，我想收点红薯，最好是咱们本地沙地长的红心薯，您看能帮我联系联系不？量可能要大点。红薯，明明啊，不是就不帮你。今年红薯行情可不好，咱这10里8乡种的多，收购价压得低，好些都烂窖里了。你这要是拉去卖，恐怕赚不到钱还搭功夫。舅，我不是倒卖，以前在南方打工认识的一个朋友要，保证不坑乡亲。您帮我问问，按市场批发价收，现钱结算。舅，咱老家后山那牛头坡煤矿现在咋样了？我还没去过呢。你问那干啥？黑咕隆咚的矿坑子有啥好看的？你表弟永强在矿上工作，我让他带你去瞧瞧。陈州哥，你想去矿上看看？麻烦你了，永强，耽误你功夫。没事。陈州哥，你打听这些干啥？也想搞煤矿？我就是好奇，学习学习。陈州哥，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，尽管说。谢了，永强。红薯开路，煤炭筑底，等金子一融，换来现代启动资金，施家熬的盘子，老子就彻底玩转了。爸，你回来啦，刚好吃饭。今天周6，学校下午放学早，我一路上还想着做好饭去接他呢。爸，今天生意咋样？还行，别光吃菜，多吃点肉。志夏，你去写作业，放着我来写。快写好了，我作业写完了。爸，你今天不出门？下午再说，上午没事儿。你不是要去还钱给你小姨吗？我陪你去。我就这点钱，是孩子下礼拜收费，你不能拿走。少废话，老子今天一定能翻本，晚上加倍还你。你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上个月偷拿的钱还了吗？10赌9输，卓成，咱不要再赌了。这钱你不能拿走。姐夫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先去家里坐，我去就来。小姨，姐夫、志夏，让你们看笑话了。小姨，我小姨夫他以前不是这样的。李卓成以前在纺织厂当车间班长，技术好，人勤快，下班还知道给我带块烤红薯，抱着孩子举高高。那时候日子虽然不富裕，但有盼头。前年厂子倒了，他第一批下岗，开始还四处找活儿，可年纪大了，没文凭，处处碰壁。从那以后，他就像换了个人，开始喝酒，越喝越凶，喝了酒就骂，骂老天不开眼，
骂领导心黑，骂自己没用。再后来，跟着街上几个同样失意的混子学会了赌，总想着万一赢一把就能翻身，结果越陷越深。家里值点钱的东西，能偷的都偷去卖了，偷不到就来抢我卖米线的钱。我也打过、骂过、闹过离婚，可他拿孩子威胁，说敢离就抱着孩子跳河，我没办法，我真没办法。姐夫，你说这日子怎么就过成了这样？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呢？有时候我看着他那样子，都忘了当初嫁的那个李绰成是什么模样了。如果没有这次穿越，如果没有系统带来的那一点点微弱的希望和责任，被生活反复捶打，看不到出路的中年下岗老男人，我会不会也在某个角落，逐渐变成这般模样，被失败感吞噬，被无力感压垮，最后选择向更深的泥潭滑落，并拖拽着身边的人一起下沉。或许，妻子正是因为看到了妹妹的处境，才会选择及时抽身逃离吧。人是会变的。被生活揍趴下的时候，有的人选择躺平，有的人还想试着再爬起来，哪怕姿势难看点儿。红梅，你没错，我会找机会和卓厂谈谈。小姨，这是你借我的钱，先放你那儿。你也看到了，这钱要不是借给你，今天就全被他抢走了。小姨需要的时候再找你拿。那好，小姨，我先帮你保管。爸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谢谢你没有放弃自己，谢谢你还在为这个家努力。我和知秋已经没了妈妈，不能再没有你。下午几点上课？他应该没有看到我刚才流泪吧？2点半到校，其实在家自己复习也行，不过老师说下午有套题要讲。走，今天咱不做饭了，爸请你吃米线。爸，你也吃啊？看着我干啥？吃，你赶紧吃，吃完还要上学。一晃女儿就长大了，明年就要上大学了。想着那个视人命如草芥的东汉末年，我下次穿越过去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。这次离开前，一定得把女儿上大学的费用留够。想到自身的安全问题，如果我能有一把枪，在那个乱世就能安全很多。成了，这算不算点石成金？先生看点什么？我们这黄金今天1288一克。我不买，我卖。卖金？我们这儿有回收业务，不过得看成色。今天回收价是……不止这一根。叫你们经理或者管事的来吧，你怕是做不了主。好的，先生，您稍等，我这就联系我们经理。怎么会是他？虽然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更成熟、更从容的痕迹，但那眉眼，那轮廓，尤其是右眼眼角下那颗小小的、淡淡的痣。那时的我十分沉默，与他成了同桌，满心欢喜。他送我橡皮，细细擦拭。课间时分，我买下礼物，悄悄送给他。那是我青春里最亮的色彩。
后来父亲离世，怎么会是他？这比在异世界面对黑衣人追杀时，更让我感到无措和慌乱。这是我狼狈不堪的现在，与唯一干净的过去，猝不及防的相遇。你26年的时光，下岗窘迫，穿越离奇。这位先生，我们去里面谈谈。坐。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你，陆沉舟。我也没想到，你在这里工作。你有多少？成色不错，但这些都是素条，没有品牌和认证，回收价格不可能跟柜台金饰或者投资金条一样。目前国际金价折算，加上我们回收的折价和加工成本，我能给你的最高价是每克1100元。这个价格，你去其他任何正规渠道只会更低，而且分得多了，难免惹人注意。行，就按这个价。总重763克，共计839300元，我直接转账给你，方便吗？方便。钱过去了，沉舟。如果以后还有类似的需要，或者遇到其他难处，可以直接联系我，加个微信吧。老同学，别断了联系。谢谢。不用谢，公平交易。走吧，我本来早就下班了。之夏，爸，你今天怎么又来了？爸，我们去哪儿？不回家吗？给你买个自行车。不用，我走路很快的，真的。而且公交车也……高3了，时间耽误在路上不划算。听爸的。爸，太贵了，我们在网上买吧。我同学买的才几百块。就这辆，麻烦你把这辆推出去，让我女儿试试。2000多，这得卖多少东西才能赚回来？我走路真的没事，我都习惯了。之夏，爸以前没本事，让你吃了很多苦，现在爸有能力了，就想让你省点力气，多点时间看书休息。这钱爸觉得值，省下来的时间比钱金贵。傻丫头，好骑吗？好骑是好骑，就是这辆车已经是你的了。我也有车了。爸，我上学去了。等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说。爸，你又要出远门，去很远吗？得去趟外省，送货，路远，地方偏，信号估计够长，4、5天，顶多1个礼拜，爸一定回来。爸，视频软件上好多长途司机出事，你的车太破，你答应我一定要好好的。我什么都可以不要，大学我可以不上，自行车我现在就去退了。外面到处下雪，你别去冒险。这话像一颗裹着玻璃渣的糖，砸得我心口又甜又疼。胡说八道，学怎么能不上？自行车也不用退。放心，小卡可给力了。我是往南方跑，那边没下雪。那你一定注意安全，每天尽量发个信息。得令。嘴上答应的痛快，心里却有些打鼓。东汉那边可是一点信号都没有，女儿的牵挂是我必须平安归来的最大理由。给孩子存点教育基金，
之夏，还记得爸爸的生日吗？如果，只是如果，爸爸一时没回来，这里面的钱足够你读完大学。别告诉知秋，那小子管不住钱。爸没事儿，这只是以防万一。等我回来。老家开荒，要最耐造的，花里胡哨的不要。酒一快点。这东西在东汉不比那6-9瓶子牛逼，6-9瓶顶多算琉璃器，这些可是有造型的琉璃珍玩啊！单位搞活动发福利，店里所有不带汉字和英文字的摆件，全包了。这年头还有单位发这个，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，离谱到家了。老板，看看藏刀呗。纯手工锻造，削铁如泥。买一把玩。多少钱？300一把，好钢，阿爸打的。这些都要了。支付到账27元。丁，检测到目标物对宿主感激度提升，感激值+2。检测到目标人物对宿主信任度大幅提升，信任值+5。没想到2阶牛马互助系统在现代社会竟也同样适用，而且在现代，信任值似乎比感激值更容易获得。我仅是因为怜悯那襁褓中的婴儿而多付200块。就白拿了5点信任值。老板，我还有一把更好的长刀，我阿爸最好的刀，你要不要看看？这是因为相信我，才肯把压箱底的东西露出来吧？这把当拉，是我阿爸打了大半辈子铁最得意的一把。他说，这是用了雪山下来的好铁，反反复复折打了上百次才成的，是把能传给儿子孙子，保佑家族平安的刀。所以他给这把刀取名锁南，汉语意思是阳光。他希望后世被阳光普照。老板。你看好。好恐怖的韧性！在东汉那个冷兵器时代，这样一把削铁如泥的宝刀，在绝顶高手手中，就是能极大提升战力、震慑千军的战略级装备。多少钱？38000。这把刀本来死也不卖的，但娃娃病了，我没办法。38000，太便宜了，光是那镶着红珊瑚的刀鞘就不止这个价。大家都是同落谷底、穷途末路之人，最懂这份文南岛英雄汉的苦楚。我要了，怎么付钱？到
到账5万元。老板，这把唐刀是违禁品，您……小卡，启动穿越，目标东汉石家坨附近。不对，问题出在哪儿？总不能是穿越冷却时间还没到吧？冷静，仔细回想第一次穿越那天，雪很大，经过寒冻时。对了。难道穿越的媒介指令是喇叭长鸣？成功了，老子胡汉三又回来了！果然，只要能塞进小破车里，就能塞进这系统空间带过来。如果系统升级空间变大，小破车会不会也跟着进阶解锁新功能，让石家岸这110口人满怀希望的熬过冬天，就是最快攒够经验值的方法。陆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陆公子，这路俺们修的咋样？没偷懒。陆公子，您让我们修这路到底干啥用啊？那牛头坡上除了石头就是沙子，连根像样的草都没长过，种啥都不活啊！铁蛋，你管陆公子修路干啥？修1天路，1人稳稳当当2斤红薯，这大冬天上哪儿找这好事去？你不修，多的是人想修。就是，只要有粮食拿，别说是修路，就是让俺去把牛头坡上的石头都啃一遍，俺也干。对，陆公子让干啥就干啥，俺们信陆公子。干啥呢？都围在这儿干啥？没看见陆公子刚回来一身风尘吗？还不快让开路！该领粮食的去我家门口排队，谁再吵吵，明天的工别想要了。陆公子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今天发完红可就一点不剩了。怕粮食不够发，我今天就叫了12个人。明天要是没有粮食，今天没去的那些人肯定要闹起来。师伯，放心，粮食明天就送到，不仅有红薯，还有大米。啥？大米当真？当真。我陆沉舟答应的事儿，绝不会食言。好，陆公子，有您这句话，老汉我心里这块石头就落地了。您真是我们石家坳的贵人啊！陆叔叔，你回来啦！陆叔叔，来，小谷、小花，吃糖。甜，陆叔叔好甜，甜。走，回家。姐，陆叔叔回来啦！郎君回来了，一路辛苦。都愣着干啥？赶紧回屋，冷死了！看陆叔叔给你们带什么了。看你手多脏，去洗手。这些保暖衣你们每人一套，这种衣服穿在身上很暖和。去把你们身上衣服换下来，袜子也穿上。陆叔叔，我不冷，留着给小谷穿吧，他长得快。每人都有，你的就是你的，快去换，不要墨迹。谢郎君赏赐。我用不着，随你，冷了再穿。陆叔叔，这衣服真暖和。拿，套上棉袄和裤子。
陆叔叔，你饿了吧？我去做饭。火种灭了，我去李正家借火石。不用，今晚陆叔叔做饭。不管谁做饭也要生火啊！神了！不用敲碎石，不用等火种，这玩意儿一碰就燃。天下竟有这等奇物，主人莫非真是神仙？你们不要怕，这不是什么神火，不过跟碎石一样，是取火的物件罢了。这东西叫火柴，一头沾了些引火药料，往河边一蹭就能燃，比敲碎石时手火煮要方便些。算不得什么，照着我那样，蹭一下就成。就这么简单，以后就用这生火。我这里多的是。今晚咱不吃粥了，尝尝这个。这是何物？这是一种素食面食，热水一泡就好。等一下你们一尝就知道。好香！来，一人一份。好吃，太好吃了！江月穿着那套衣服出来时，腰是腰，胯是胯，窈窕身段纤毫毕现。我虽不如江月那般眉眼俊俏，脸上还带着斑痕，可身段却比她丰腴几分。如若用这修人衣裳一裹，果然很暖和。我可是匈奴首领，怎会琢磨这心思？云珠，睡了没？你有什么事？想着夜里寒冷，给你拿了床被褥。你等一下，进来。你还有事？丁，检测到目标人物列地云珠对宿主感激度急剧提升，突破1值，感激值15。丁，检测到目标人物连体云珠对宿主信任度突破极限，产生震变，信任值加22。陆沉舟。明明只是个奴婢，我竟还忍不住对主的事胡思乱想。陆叔叔呢？他怎么还不起床？我去叫他。你帮你姐看着火，我去叫公子。李正可是有事寻我家公子？正是，陆公子可起身了。老汉有急事相捎。公子尚未起床，李正请稍后。容妾身去通禀一声。清晨在柴屋里那番陈练，公子，李正有事找您。哎呀，陆公子，你瞧老汉这记性，真是怠慢贵客了。栓柱家房子破败，
怎能委屈您住柴房？这传出去，岂不是让十里八乡笑话我们施家傲不懂待客之道？您快收拾收拾，搬到老汉家里去住。家里虽不宽敞，总要比这柴房强上一些。石伯言重了，柴房挺好，清静，我住着习惯。再说了，我打算重新盖间院子，搬来搬去也挺麻烦的。陆叔叔、月月姐、云珠姐，吃饭啦！石伯，一起用点早饭吧。不，家里吃过了。陆公子，老汉这么早来，就是想问问您今日能拿出多少粮食？村里能走动的劳力，见修路真有粮食拿，天不亮就聚到我家门口了，乌泱泱30多号人。老汉是又喜又愁啊，喜的是大家肯出力，愁的是万一干完活粮食不够发，那可要出大乱子的。石伯放心，粮食管够。今天凡是能拿起工具、肯出力气干的，不论男女，只要完成定额都算工。您尽管把人组织起来，还是修路，往牛头坡上修。工钱嘛，今天出工的每人3斤红薯或者1斤大米，任选。大米？对，大米粮食今天就能送到。石伯，您去安排吧，路越早修好越好。好，陆公子，你真是我们施家傲的活菩萨。万当得赶紧趁着大雪封山打下根基。第一步挖牛头坡的浅层煤做燃料，第二步烧砖盖房修工事，第三步吸纳流民开荒种红薯建护卫。饭要一口一口吃。吃饭，吃完饭今天还有活要干。江月，你也快些用饭，吃完去修路现场盯着，清点出工人数。是公子，上次公子让我换购药材，3天了一根药草都没收到。这里大雪封山，大家早把换粮的东西吃光了。云珠姐还没起来吗？小花，你去柴房看看。不用了，他有点不舒服，说早上不吃了。你去哪里？吵醒你了？你会赶骡车？不会，我可以学。我跟你去。更好，你路上教我赶车。云珠婶婶，你这把刀好漂亮啊，能给我摸摸吗？只许摸这里，刃口锋利，不能碰。云珠姐，你还没吃早饭呢，我给你热热去。酸枣，不用忙了，我身上还有点吃的，你跟小花在家看好门。小谷，你陪江月姐姐去修路那边，咱们家里的事不许对别人说。陆叔叔放心，我姐和江月姐都交代我了。陆晨舟，你说我脸上这些斑能去掉？我啥时候说能去掉了？你昨晚明明……好了，我说过。下次我回去的时候，给你带瓶祛斑霜，专门对付这个的，应该有用。祛斑霜？真有这种东西？涂上就能让斑消失？我们那边，我老家那边有。陆晨舟，你到底从哪里来？还有你身上那个能凭空变出东西的包，那些奇奇怪怪却好用的物件，你跟我们好像不太一样。不想说就不要说，我不问了。你是我列地云珠认定的人，往后是策马扬鞭重返草原，还是就此安居汉度耕田，我都随你。这里刚打过仗，我们不进城了。稳住！失州，贵人失州了！喉咙有些发堵，眼前的景象比任何历史书上的描述都更触目惊心，让我这个来自后世的牛马
第一次如此直观地感受到乱世的分量。石狗儿，前面那个是不是石家瓯的石狗儿？这位壮士，可还认得某？自然认得，书立安好。安好个屁！看见没？唐将军体恤民情，命城中大户出粮，每日在此施粥2次，以安流民，防生变乱。可这运粥的车不够，你这骡车正好。某代官府征用了，帮城里往这儿拉几趟粥，这是积德行善的大事，想必壮士不会推辞吧？原来是征用车辆拉粥，心下稍安。看着那些瑟瑟发抖的难民，想到自己受系统指引来到乱世，一股责任感油然而生。我来到这个时代，也该为这满目疮痍的人世间做点什么。书吏所言极是，此乃善举，在下义不容辞。只是这骡子胆小，须得我亲自驱赶。你自去便是，跟着那2辆车进去，到指定粮位止了粥桶，再拉出来，快着点，别误了时辰。我跟你去。站住！城中重地，流民与闲杂人等不得擅入。云珠，放心，我去就回，你就在这里等我。这就是乱世，比草原部落间的春伐更残酷，令人窒息。那天若非陆沉舟冒着风险将我买酒，我此刻的命运或许比这些人好不了多少。这妇人不简单。去，帮这位公子把车赶到粥棚那边，仔细卸了。这位公子，此地嘈杂，非叙话之所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这美妇身份特殊，此时找上我绝非寒暄，正好借机摸清陈仓现状与各方势力。夫人相邀，敢不从命？苏娘子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快请进，快请进，雅姐儿一直给您留着呢。人家喝茶不亲自来，难道要你代劳不成？陆公子，上次匆匆一别，未曾深谈。那琉璃宝瓶，妾身甚是喜爱，不知公子手中可还有类似的奇巧之物？原来是为了这个。承蒙苏娘子抬爱，琉璃器倒是还有几件，不过皆是家传，不敢轻视。倒是苏娘子今日邀陆某前来，恐怕不只是为了琉璃器吧？自上次一别，仅过去3日，这陈仓城怎会变得如此凄惨？敢问娘子，究竟发生了何事？为何会有战事？如今城内又是何人主事？看公子气度简朴，绝非寻常商贾，倒似游学士子，且口音亦非关中风物。公子果然不是本地人。公子既问，妾身便与公子分说一二，也好让公子知晓，如今这陈仓乃至整个右防国是个什么光景。自董卓乱政，群雄并起，这关中之地便再未真正太平过。果然如此。朝廷威严虽在，然力有未督。如今这陈仓县名义上归属朝廷，实则并无朝廷委任的县令。目前暂领陈仓防务与民政的，乃是司礼校尉钟繇钟元正麾下一位姓庞的中郎将，名德，字令明。庞将军勇烈过人，忠义无双，是难得的良将。钟司隶派他镇守陈仓，正是看中此地为咽喉要冲，西接凉州，北望羌胡，南涉汉中，乃兵家必争之地。然关中自李去郭玉之乱后，早已是群魔乱舞。除去朝廷与盘踞关西的马腾、韩遂等大军阀，
其间还夹杂着无数拥兵自重、时富时半的大小豪帅、江湖求者。这些人无阵大志，唯利是图，犹如豺狼，专事劫掠。其中便有那梁兴、张衡、马玩、杨秋之辈，各拥不屈数千乃至上万，分据郡县窝堡，尤其是与羌胡杂居之地，更是其巢穴。他们名义上或附朝廷，或投马韩，实则左右逢源，伺机而动。朝廷给钱粮安抚，便暂且听话；一旦钱粮不济，或自觉羽翼丰满，便立刻翻脸，纵兵劫掠，生灵涂炭。莫非此次作乱的正是梁妃、张衡之流？关于东汉末年这段历史，我全是从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上看来的。董卓、钟繇听说过，庞德、梁妃压根儿没听过，回去得弄套史料好好了解。对，此次围攻攻陈仓的，便是那梁兴贼徒。他欺庞将军兵少，探得城中粮草转运不及，竟悍然纠集本部兵马，又裹挟数千羌胡骑手，号称万人，突袭而来。当次陆公子离开当夜，贼兵便如潮水般涌至城下，箭矢遮天，云梯如林。梁兴贼子亲自督战，狂呼酣斗。城中守军不过1000余，且多为新人，面对如此凶悍的贼众，形势危在旦夕。所幸庞将军身先士卒，亲在城头血战不退。将军神力，万强弓，连珠箭发，专射贼宿，连毙梁兴麾下数名头目，贼势稍惧。又命人将城中储油、滚木、粮食尽数用上，死守城门与各处缺口，一直战至天亮。城头几度易手，尸体堆积如山，鲜血顺着城墙往下淌，在严寒中冻成赤色的冰凌，真是尸山血海。眼看城中力竭，贼兵已有数处登城。天不绝陈仓，恰在此时，钟司令派遣的援军先锋，一位姓郭的骑兵都尉，率500精骑，日夜兼程赶到，于贼兵背后发起突袭。梁兴贼子猝不及防，以为朝廷大军已至，军心大乱。庞将军在城头碰见，立刻下令叛兵，立刻下令打开城门，亲率敢死之士冲出。内外夹击之下，贼兵大溃，丢盔弃甲。梁兴带着残部仓皇西逃，陈仓城这才侥幸得保。经此一役，城中损毁颇重，军民伤亡亦不少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战事一起，四野的百姓家园被毁，或死于兵患，或为避战祸，纷纷涌向这看似安全的城池，便是公子城外所见那些流民了。庞将军与钟司令虽尽力调拨粮草赈济，设舟棚安抚，但杯水车薪，且需严防贼人细作混入，故盘查森严。如今陈仓就是这般局面，外有梁兴等贼寇虎视眈眈，不知何时再来，内有数万流民嗷嗷待哺，人心惶惶。庞将军勉力支撑，既要防务，又要安民，实属不易。妾身一介女流，所能做者，不过是依托家中些许薄产人脉，协助将军略尽绵力，在这舟棚之中，多让几人活命罢了。听得心潮澎湃，有感沉重。这不是游戏小说，而是血淋淋的现实。我被系统拽到这里，或许可以与他合作，借助渠道人脉，更快获取升级系统所需的感激和信任，帮助难民度过冬天。只可惜我现在还是个小趴菜，每3天倒腾一车3.8米车厢的物资，杯水车薪。检测到宿主身处关键历史节点，接触关键人物，接触关键人物，完成阶段性生存与初期建设任务。因果点垒突破阈值。2件牛马互重系统评估中，宿主牛马精神坚定，负重前行意欲强烈，符合破格晋升条件，开始强制升级。升级完成，当前等级2级，2级称号不白给。不白给！意识探入系统空间，原本1立方米的空间边长赫然增驻2米，容积扩大7倍。穿越冷却时间从3天缩短到2天，每次主动穿越所需的信任值与感激值也从10点飙升到100点。陆公子，陆公子，
那琉璃器可否让妾身先睹为姑？苏娘子见谅，想起些琐事。此物，此物，这。苏娘子，此物乃陆某家传异宝，名为星辉琉璃居。陆公子，妾身直言，此物确为稀世奇珍，世所罕见。若在太平年景、洛阳、长安的贵人府邸，便是千金求购也未必能得。然则公子也亲眼所见，如今天下是何光景？兵连祸结，恶殍营野。就拿陈仓城来说，良心贼寇虽暂退，西凉群狼仍在窥伺，粮食比金贵，刀兵胜珠玉。此等宝物，于寻常百姓而言，不及一斗苏米；于守城将士而言，不如一副铁甲。妾身不瞒公子，府中虽略有帛资，是大半需用于购粮施粥，安抚流民，以安城防，也是为王夫与幼子积些阴德。过此，妾身能给公子的最高太马是500两黄金。500两黄金押价太苛刻，此物我势在必得。它能成为我敲开某扇门、换取力量复仇的敲门砖。若他坐地起价，不管背后站着谁，在这陈仓地界，我苏姬有7分把握将人与宝物全留下。500两黄金可以，不过陆某有个小小的要求。什么要求？陆公子但说无妨，只要能换来复仇希望，这副皮囊给了他又何妨？就当被野狗咬了一口。苏娘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的要求很简单，你施粥赈济，乃至城中所需的部分粮食，往后可以从我这边购买。什么？就这？就这？你哪来那么多粮食？不然，苏娘子以为陆某凭什么要跟你做这笔亏本买卖？又凭什么能拿出这等家传异宝？能轻易拿出星辉琉璃居这等宝物的人，怎么可能没有更深厚的底蕴和渠道？粮食，难道他背后还掌握着一条不为人知的粮道？如果真是如此，那眼前这个男人的价值将远超一尊琉璃马。稳定的粮食来源，对此时的陈仓乃至整个南服荒，比10万大军更有吸引力。陆公子深藏不露，苏熙佩服。若公子真能提供粮食，解陈仓燃眉之急，便是全城恩人。苏皇代表百姓，先谢过公子。苏娘子不必多礼，不过粮食来源一事，还请苏娘子代为保密。陆某不欲过于招摇，引来不必要的麻烦。这是自然。那粮价几何？市价的一半。一半？不过我只要黄金结算，白银和铜钱我不收。放心，大宗货物肯定是用黄金结算。不得无礼，退下。陆公子，请随妾身移步通济智库，交割款项，姚掌柜会安排妥当。是，没事，谈成了一笔买卖。姚掌柜，陆公子，事情可还顺利？吕四，陆公子的骡车呢？东家吩咐要好生送陆公子出城。在呢，在呢，早就喂了草料，收拾妥当了。粮食呢？我们不是来买粮食吗？粮食已经送到了石家道附近，我们去装。神神秘秘。
夫人，速将此2件宝物送往安陵面城中司记，告诉他，时机院近，所需敲门之砖已备齐2，扶风苏锦，静候回音。是。荒唐，无耻！我马泽都梁，颗粒入库，账目清晰可查，何来私藏？袁绍远在河北，我如何安通？这是诬陷，赤裸裸的诬陷！夫君，清者自清，我随你一同进京，向曹司空陈情。锦儿，我没罪，是曹阿瞒纵容属下，觊觎你。我已在狱中写下血书陈情，托人设法地处。你要小心，他们不会放过你，还有我们的孩儿。苏娘子，逝者已矣，生者如斯。曹宗势大，非一人可拟。老夫能做的也只有这些，你好自为之。在没有十足把握之前，切莫轻举妄动，枉送性命。夫君，小宝，再等等。快了，就快了。这些粮食哪儿来的？睡前车上明明什么都没有，这一路也没察觉到他停车装货啊。难道是我这一觉睡得太沉？人家送货来，我见你睡着了，就没叫醒你。啊！谁知道你睡得那么死，装货都没吵醒你，小懒猫。有粮食就好。饿了吧？这是芭蕉？差不多，我们那儿叫香蕉，比芭蕉更甜糯。给，我不太饿。啊！是小花！丫头片子，反了你了！俺们是你亲大伯、亲大娘，这好东西放你们这儿，万一被那外乡人卷跑咋办？俺们这是替你们保管，不识好歹的东西。酸枣啊，不是大伯说你，那姓陆的跟那狐女一看就不是好人。他们要离开的时候，这些东西能留给你？听大伯的，东西我们先帮你收着，等你要用了再来拿。呸！陆大哥和云竹姐才不是坏人。这是陆大给我们用的，这辈子是我们的，货也是我们的，你们休想抢走，把东西放下！嘿，给脸不要脸，爹跟他废话啥？直接拿了走人！一个没爹没那丫头片子，还敢跟咱们动刀！烦了烦了，跟保跟住，给我打！把这死丫头拉开刀，看他能咋地！酸枣，你别怪大伯心狠，你爹生前可还欠着我家2斗黍米没还呢。父债子还，天经地义。这些东西就当抵债了。你要是再闹，连你人也得跟我们走，卖了你抵债。老子看谁敢动他们一根手指头！是陆叔叔回来了！哎呀，可了不得了！外村人欺负到咱们石家案头上来了。
打了人还要抢东西，乡亲们，你们看看啊！咋想动手？这是石家的事儿，轮得到你一个外人插手？东西是我们老石家的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石天柱，石栓柱是你亲弟弟，他刚走，你们就这么欺负他留下的孩子，还有没有点人性？欠债多少我们可以算，但抢东西、危险卖人，这是人能做出来的事吗？有女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再敢碰他们一下，再敢打这些东西的主意，我拧断你们的脖子！您可要给我们做主啊！这外来的狐女，她行凶打人啊，把我们家根宝根猪打成这样，您看看这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陆公子、云珠姑娘受惊了。石铁柱、石王氏，你们干的好事！趁着陆公子外出，我带人上东西，竟敢来动手打孩子，口出恶言，威胁卖人。你们眼里还有没有宗族规矩？还有没有点人性？立正，是他们先动手。闭嘴！我眼睛没瞎，耳朵也没聋。往日里你们好吃懒做，偷鸡摸狗，欺凌弱小，村里念在同宗，多有忍让。今日竟变本加厉，做出这等猪狗不如之事，石家傲容不下你们等败类。石天柱一家欺凌孤幼，败坏乡里，屡教不改。今日我以石家傲理政之名，将尔等逐出石家傲，从此不再是石家傲之人。限你们日落之前收拾东西，滚蛋！否则，我让人直接绑了你们送官。陆公子，如此处置，您看？理正公正，陆某无异议。云珠，去看看，别真闹出人命。死不了，腿断了，找根木头夹着还能走。滚出去！滚出去！败类！陆公子，这些是……师伯，诸位乡亲，陆某答应大家的粮食，今日运回来。红薯、大米、小米、面粉都有。凡今日出宫的，除了之前承诺的，每人再加1斤粟米，算是庆祝咱们石家傲清理了门户，往后能更齐心。大米，真的是大米！老白面，陆公子真乃信人，说运粮回来，真就运回来了，还这么多。石铁柱那家人早该赶出村子了，往后跟着陆公子干，肯定有饭吃。多谢陆公子。诸位乡亲请起，陆某说过，有劳动才有饭吃。只要咱们齐心修好路、开荒、种好红薯，我保证，往后石家傲再不会有人饿肚子，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。小卡，小卡。真的升级了，界面都变高端了。回到现代，那辆小破车也会跟着进化，从3.8米的微卡变成4.2米甚至6.8米的大货。如果未来某天真能变形，岂不是拥有了能穿梭时空的超级座驾？或许这辆小破车根本不是水球产物，而是高等文明的造物，系统只是伪装的交互界面。够了，完全够了！不用去特定地点就能直接穿越，明天一定试试。活物储存，能把古人带到现代。什么？1金币要1000克黄金，100金币岂不是要100千克？后天交付苏锦200升糙米，东汉1石约50斤，1万斤糙米。按现代2块1斤，成本2万2万。东汉粮价飞涨至24两黄金一招，我和苏锦谈好10两一招，200招得2000两黄金，约27600克，按每克1000元，价值2760万。这暴利简直是跨时空套金狼！本打算买豪车别墅，走上人生巅峰，升级个功能就要100千克黄金，系统简直是吞金兽！不升级了还不行吗？
明天回去第一件事采购糙米。陆叔叔，这次去多久？会不会有危险？快则1天，慢则2天。放心，安全得很。公子，且去喊云珠姐姐来屋中安休。你二人总不能日日伴着那头驴，窝在四处漏风的柴房里吧？这个，江月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3人怎么能？公子与姐姐记忆，更应体恤些才是。主屋虽也简陋，总比柴房避风。况且我和云珠姐姐是在衙门备了案的，如今被公子买来，若1年内诞不下孩儿，公子怕是要被拿了去军中充役。还听这么的书吏交代2年生6娃，此事以后再说。路快修到牛头岭了吧？明天你和小谷继续盯紧。回去采购保暖帐篷，空间升级要100千克黄金，也就是1个亿。不过空间升级若能随意携带倒腾物资，就太方便了。看来这辈子逃不掉给系统打工的命。真变大了，大是大了，怎么还是这么破？好歹升级了换个新皮肤啊！拉货人家都嫌磕碜。傻子，货才不被人注意，突然换一辆崭新锃亮的中卡，你是生怕引不起别人注意吗？我操！谁？小卡？是你在说话？行吧，你牛逼。巷口公路禁止黄牌货车驶入，我这中卡妥妥黄牌车，刚才没看有没有牌照。师傅，停车，请出示驾驶证、行驶证。刚升级就要出示畏怯身先死，不牌闯禁行扣多少分罚多少钱？深究起来，这辆凭空出现没手续的车怎么解释？同志，不好意思，刚才没注意进行标志。驾驶证、行驶证。驾驶证是大车证好说，可这辆系统升级凭空变大的车，怎么可能有合法行驶证？接下来肯定扣车罚款，调查来源彻底暴露。你这车6.8米的中卡，黄牌，看看那牌子，这条路全天禁止黄牌货车驶入，明白吗？明白，真没注意，着急回家忘记了。我家就在这个巷子里，下次一定注意。这次先警告教育，不处罚，马上掉头离开禁行区域，以后注意看标志，赶紧的，别堵着路。脑子里嗡嗡作响，在系统加持下，这辆车在现实世界的合法身份信息随着车辆扩容自动更新了。暂中变了，身份标签没变，交管系统里也能查到我名下有辆合法中卡。这简直是修改底层数据润物细无声的覆盖了现实规则，绝对是高等文明的造物。陆晨舟，你回来了。周静怡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来看看你回来没有。眉头紧绷，难道是上次那批黄金出了失漏？上次卖金根本没报家庭住址。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？上次你从店里离开后，我跟过来了。你跟踪我？陆晨舟，我看见你进了这条巷子，一打听才知道你还住在老房子里。你到底想干啥？我不是故意要跟踪你，我是担心你。陆晨舟，你突然拿那么多金条来卖，一看就是刚熔的，却说是家里翻出来的老物件。可你看你现在这样子，还住在这样的地方。如果是经济上有困难，我可以借给你，或者我店里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公司里有适合你的工作，虽然可能不是多体面，但至少安稳。你可千万不能为了钱去做那些违法乱纪的事。这份关切像裹着蜂蜜的黄连砸在心上，苦涩无比。在他眼里，我落魄拿出金条，唯一解释就是干了违法勾当。他的到访是拯救失足同学的道德使命，骨头缝渗出疲惫荒诞。我想大笑骂人，老子
子干的可是跨时空倒卖粮食、拯救饥民的大买卖，马上是手握千万的隐形富豪，可我能说吗？只能看着他同情刺眼的拯救欲。你跟踪我，还看见了知夏？不，听你这口气，是还找过知夏了？我只是想帮你。我的事我自己清楚，不劳你费心。不用，谢谢。错过了，就是错过了。当年我要是能早点攒够钱买上商品则搬出这里，宋玉丽就不会扔下儿女打工蒸发。知夏走在名校门口整洁小区时，眼里满是羡慕。房子必须得换了，不仅为赌周静怡同情的目光，更为了知夏的期盼。这次回来，怀里揣着500两东汉黄金，差不多7公斤，至少600万。先出手一点黄金，买套像样3具室。老房子锁扣老旧，放家里不踏实，带着金饼满街跑更危险。要是小卡在现代也能变成系统空间多好，直接往空间一扔，神不知鬼不觉，安全省心。这是系统空间，这玩意儿在现代社会也能用了。难道是系统从之前的小扒肉升级到不白给？这个意识中的储物空间突破了仅限东汉场景使用的限制，成了我随时随地可以调用的随身仓库。等等，穿越到东汉时，作为我和系统连接的核心载体，小卡车变成了意识空间，实体车辆消失。那现在意识空间出现了，我刚停在断头路边的卡车还在原地吗？师傅，去老棉纺厂后面的断头路，快点！一路上心神不宁，既期待验证系统的神奇特性，又忐忑怕有人目睹神车消失。真的不见了？我跟你说，我真看见了，就在这儿停着，一辆6.8米破车，漆都快掉完了。早上送完货回来，想在这儿眯一觉，还嫌他挡了我的风水宝地。你得是没睡醒，眼花了。车呢？那么大个铁疙瘩，还能飞喽？我骗你弄怂，就一泡尿功夫，我去那边草丛放了水，一摇头，没了，悄没声就没了，发动机响都没听见，邪门的很。悄没声，大车挪动一下能没声音？除非是鬼开的。老王，你是不是昨晚又喝大了？看到的是前几天的车影子？放屁！我清醒着了，那车破是破，但停得周正。我还多看了一眼，心想这破车还敢出来拉货，胆子挺肥。实锤了，我的小卡在系统升级后果然实现了形态自由。需要它是交通工具时，它实体化为破车，收起时化作高维状态。外表破败只是保护方，内核黑科技才是真面目，扮猪吃老虎的终极形态。老板，糙米什么价？糙米？你要多少？自己吃还是？要的多，先问问最次的糙米或者陈米都行。最次的陈米？哥们儿，这话说的，我老刘店里的货哪有次的，都是正经渠道来的好粮。陈米那更没有，我们周转快。要次货陈粮的，不是搞养殖就是工地作坊，有特殊用途。去年有同行把陈米卖给学校吃出事，被抓到现在还没回来。我得把责任摘干净，顺便盘盘他的底。第一批1万斤，有吗？多少？1万斤？对方要糙美还要次货，这利润空间和操作余地可太大了。对，1万斤糙美，价格合适，今天就能定。兄弟，
敞亮。不过这1万斤次货糙米，我这儿一时半会儿还真不一定能凑齐。而且这刺也有个标准，不是？你是要麸皮多点的，还是年头稍微长点、颜色暗点的？价格可都不一样。不过丑话说在前头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我这里不提供任何发票或者收据。颜色暗点，颗粒碎点没关系，但别发霉，别长虫，人要能凑合吃。明白明白，兄弟是实在人，我也不跟你玩虚的。现在市面上好点的糙米，批发价也得1块7、8，你要的这种品相的，1块6，我给你凑齐，保证不霉不虫，就是卖相差点，咋样？1块4，1万斤现款。袋子我不要那种印字的尼龙编织袋，给我换成最普通没标记的麻袋。能行，我现在付定金；不行，我换别家。1块4，兄弟，你这砍的也太狠了，这价我连本都保不住。1块5毛5，最低了。就1块4，市场又不止你一家卖米。哎，别急嘛，兄弟，1块4毛5，再低真没法做了，粮食本就没多大利润，我还得给你换麻袋，那也是成本啊。可以，明天中午，货能备齐送到我指定地方吗？郊区，路好走。成，我连夜调货。不过兄弟，定金得先付点，不然我这心里不踏实。1000定金，明天中午见货，付清余款，地址我晚点发你。记住，麻袋上不能有标记。兄弟，冒昧问一句，你这米是往哪儿拉？要是长期要，咱们以后好合作。明天联系。真是个怪人。师傅，不去商业街了，前面梧桐院售楼部，停一下。你看那件大衣，我爸年轻时好像有一件类似的，估计是旁边工地过来蹭暖气的吧。小声点儿，经理看见了不好。怕什么？你看他那样子，像是买得起房子的人吗？这里最便宜的小户型都要80多万呢。先生您好，是来看房子的吗？有什么可以帮您？看看，有什么好推荐的？最好是能尽快入住的。先生是想买现房还是期险？我们2期有几栋是准现房，明年春天就能交付。如果着急入住的话，我们1期样板区还有几套精装展示房，家具家电都配好了，手续齐全，理论上付完款办完手续就能搬进去。不过价格会比毛坯高一些，而且户型选择很少。精装房，能看看吗？精装展示房目前只剩顶楼和次顶楼的几套了，面积都比较大。比如这套189平米，4室2厅2卫，南北通透。客厅是横厅设计，带一个超大观景阳台，正对着2中操场和后面的小公园，视野非常好。189平，4室，我和知夏、知秋各一间，还能有个书房或者客房，足够了。能去房间看看吗？先生，1期楼盘已经售罄，要看的话需要钥匙，而且一般需要提前预约，经理可能……你去问问吧，如果合适，我今天可以定。今天定？那您稍等一下，我去找经理拿钥匙。先生要看189那套展示房，请跟我来。这房子多久没卖出去？先生好眼力，这套因为是样板间，很多客户觉得被人看过太多次，所以留到了现在。不过房子绝对没问题，装修用料也是最好的，价格上也可以再谈谈。就这套吧，签合同。今天能办手续吗？
定金多少？当然可以，陆先生真是爽快人。我们先回售楼部，我给您详细算一下。定金一般是总价的5%，这套房备案价是9800平，总价酒价是185万2千，定金的话10万就行。今天付定金，签认购协议。等等，王经理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这套189的房子，刚才江先生打电话来说他已经定了，马上就过来交钱。江先生？哪个江先生？就是之前看过好几次的那位江小凯先生啊，做珠宝生意的。江先生昨天又来看了一次，非常满意，决定今天就定下来。他还特意嘱咐我先帮他留一下呢。张销售姐，江先生什么时候说过今天定了？我只听到他说再考虑考虑。而且按照公司规定，没交定金就不算预定。夏晴，你一个实习生懂什么？江先生是我们组的长期意向客户，他的购买意向非常强烈。先来后到也要讲个客户关系吧，王经理，你说是不是？周经理，您怎么来了？周经理，凉了一半，果然嫁了个地产商，看着地位还不是普通嫁入豪门。早上居然因为他那句关心有过瞬间波澜，真是可笑。怎么回事？这么吵？公司制度怎么规定的？按规定以实际签订认购协议并支付定金为准，口头意向或电话预留不作数。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？去做好你自己的工作。客户资源要维护，但不能破坏公司最基本的公平原则和销售纪律。是，周经理，我明白了。陆先生看中的是8号楼次顶层189平那套精装展示房。是。王经理，给陆先生办理手续吧。陆先生，您看下协议，没问题的话在这里签字。定金您看是刷卡还是？这个可以付定金吗？王经理，小夏，你们先出去一下，在外面等着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要进来。好的，周经理。陆晨舟，你到底还有多少这种黄金？他们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上次那些金条，你说是祖传的，我信了。可现在你随随便便又拿出一根来付房款定金，你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静怡，我身上的金条买这个房子足够了。至于来源，我不能告诉你，但我可以保证绝对合法，也不会给你给任何人带来麻烦。你拿什么保证？陆晨舟，这不是小事。黄金的来源必须清晰可查，尤其是这种大额的。万一……喂，李医生，什么？经查局在服密搜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陆晨舟，看在过去，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刚才他接电话时，我隐约听到“病情又严重了”几个字。家里有人生病了，而且很严重，严重到让他瞬间方寸大乱。陆先生，周经理他刚才交代了，说您可以用家里的黄金付全款。按今天的原料金价，公司可以按每克950元折算。可以。那您是全款还是按揭？全款，185万2千，按950算，大概是1950克左右。其他的在车上，我去就来。好的。最金属回收公司的人也没来，您去拿，不着急。
成色没问题，只是陆先生，不是说是金条吗？怎么变成了金饼？从此，我和知夏、知秋有了一个明亮、干净的新家。陆先生，恭喜您！为了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，也为了庆祝您乔迁新居，今天下班前我会带保洁部的同事去给1501室做一次彻底的开荒保洁，保证您随时可以入住。谢谢。这个实习女孩的善良和坚持，值得这份好运。王经理，冒昧问一下，刚才周经理接了个电话，好像很着急，是不是家里有病人？陆先生，您观察真精细。也不是什么秘密了。周经理的父亲周老爷子身体一直不好，听说是得了一种罕见慢性病，很耗元气，需要年份极高的老参做药引子调养。周经理家里不缺钱，可这年头，有钱也难买到真正的好东西，尤其是那种动辄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年份的野生老山参，有价无市啊。周经理为这事没少操心，托了无数关系，国内外的参事都寻遍了，找到的要么年份不够，要么是人工培育的，药效差得远。老爷子这病，您是没见周经理着急上火的样子，那么从容的一个人，一提起老爷子病情，眼睛都是红的。可怜天下父母心，反过来子女也是一样。难怪他刚才接电话时脸色大变。千年参续命，听起来像小说桥段，但放在周老爷子身上，又没那么玄幻。东汉末年，那会儿长白山、大兴安岭还是未经开发的原始森林，会不会有野生老山参？算了，以我和周静怡的关系，还没到需要我冒险去东汉原始森林里找人参的地步。最后一次帮你，他刚才的话还在耳边。谢谢告知，我只是随口问问。陆先生，都弄好了，您检查一下。这里真的成为我和孩子们的新家了，我一刻也等不了，想立刻看到知夏得知这件事时脸上的表情。这种期待，比赚到1000万黄金更让我心跳加速。知夏，爸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不用来接我，我现在有自行车呢。爸正好在附近办事，顺路。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跟着走就是了。这是2中这一片最好的楼盘。爸带我来这里干嘛？访友？还是找了这边物业或者保洁的临时工作？进来吧，看看。爸，这是我们的新家，你先看看，给自己挑个房间，爸去给你做饭。新家，梧桐玉1501，这几个词连在一起，像天方夜谭。我偷偷想过搬家，但最多是换个稍微干净一点的普通小区，绝不敢奢望是这样的地方。爸，你哪来的钱？你是不是……放心，爸爸向你保证，
钱来得干干净净，合理合法。是爸爸之前一个很早就投资的项目，最近突然有了很大回报。具体说了你也不懂。总之，爸爸没做坏事。搬到这里，你上学也能近些。这真是我们的家。我们的。饿了吧？搬新家得吃荞钱面，讨个好彩头。可惜今天知秋没回家。爸！真的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里太好了，我可以有自己的书桌了。晚上写作业，灯很亮，阳台能看到学校。是真的，都是真的。爸爸要好好照顾你们。以前是爸爸没本事，让你们受苦了。以后不会了，再也不会了。爸，这面条真好吃。周静怡说的没错，现代社会法治健全，大额黄金交易确实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反正我现在也不急用钱，以后回来一次就少变现一点，细水长流。我最高只出每克900元。另外，你这金条来自何处？是否有购买凭证或继承证明？这让我对周静怡更多了几分愧疚。小卡，该干活了。难道这玩意儿一直藏在平行空间里？还是这么破？陆老板，您就这一辆车？还是这种老古董？这车有些年头了吧？拉5吨货跑长途，行不行啊？这批粮食要送去哪里？不远的话，我直接给您送过去得了。这老小子还想打探我的底。老伙计，够用，赶紧装货。粮食能救命，但御寒呢？古代冬天比现代更冷，缺衣少穿比缺粮更致命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授人以渔还得发棉袄。陆老板，您这路子挺特别呀，以后要是还有这种特别需求，记得找我老刘，价格绝对到位。启动归途，锚点 B。妖怪，铁皮妖怪，天降神物，是神物！快跪下，跪下！怎么回事？小卡这次穿越到东汉，竟然没有变成背包形态。
而是保持完整的卡车实体。我明明找了个荒无人烟的断头路，怎么一过来就被围观了？难道现代废弃老棉纺厂的地理位置，恰好是1800年前东汉的陈仓城外？所以我前2次从寒冬穿越都会落到石家鳌，这哪是归途，这简直就是定点空臭。这下麻烦大了，要是守城军队过来，我该怎么解释？队长，那是何物？某也不知，无马无牛，却能自鸣喘息。快去禀报苏娘子！快！没有强大武力护送，再多粮食，也只是流寇溃兵眼中的肥羊。莫非我看走眼了？那陆沉愁只是信口开河之辈。我修书让安卫送去安陵，问钟司令，他回信称并无听说过此人。钟司令都没听说过的人，能有多大能量？我对他已不抱多大希望。夫人，城外天降神物，不是妖物。守城军士来报，一个巨大的铁皮房子突然出现在雪地里，还会自己发出怪响。铁皮房子自行冥想，在何处？就在城外。陆沉舟，难道这就是他运送粮食的方式？不管是不是他，如今庞将军不在城中，我都得去看看。备马，算了，我步行去吧。这是何物？机关术，墨家失传秘宝，还是真如渔民所喊，是天降神物或妖孽？城上的军爷听着，在下陆沉舟，依约前来，给苏娘子送粮。苏娘子，陆郎君，这便是你运送粮食的车架。这女人身手果然了得，只是不知跟云珠相比，孰强孰弱。正是，粮食就在里面，苏娘子可要查看？有劳陆郎君。粮食，好多粮食！天爷，真是粮食！那怪物肚子里是粮仓。陆郎君，好手段，妾身叹为观止。苏娘子过奖，约定而已，还请娘子派人清点交割。另外，这地方好像不太安全。童军侯，末将在。调一队可靠军士出城，协助陆先生卸粮清点。敢有哄抢滋事者，立斩不热。得令。这品相，莫说是这兵荒马乱的年境，就是太平年节，官府征收的皇粮，经研细筛后，怕也未必能如此粒粒分明、干净齐整。这哪里是陈米赐粮，分明是上好新谷才有的质地。陆沉舟不仅真能弄来粮食，而且弄来的还是如此精良货色。他口中的糙美，莫非只是谦词？亦或是这等品质的粮食，在他那里竟真算不得什么？陆郎君，此乃何物？也是粮食？此物名叫红薯，也叫地瓜，蒸煮、烤皆可食用，口感软糯甘甜，饱腹感极强，且不似谷物娇贵，对田地要求不高，产量尚可。
红薯、地瓜，一种新的可充饥的作物。而且听陆神州描述，似乎比粟麦更易种植，产量也可能更高。这对于如今连年战乱、饿殍遍地的陈仓城非同小可。此物味道果真如郎君所言，郎君可否让妾身带回几个尝尝？苏娘子喜欢，尽管拿去。几个红薯就算添头，若是日后需要，此物也可结价供应，价格嘛，就与糙米同价，如何？另外，我已在石家窑试种此物，若有所成，将来价格或许能便宜些。石家傲，看来他并非无根浮萍，在那石家傲必有根基。那便先行谢过陆郎君了。陆郎君，按照约定，10两黄金一石，共2000两，请验收。我信得过你。夫人，可要派人？不必，此人深不可测，手段通天，与其贸然跟踪，打草惊蛇，引得他反感戒备。不若诚心结交，或许还能为我们换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。派人？不，你亲自前往诱惑坊方向，打听一个叫石家傲的地方。要悄无声息，只需确认其存在与大致方位即可，绝不可惊扰。你听过石家傲这个地方？20连外就有一个叫石家傲的小山村，只是不知道他跟夫人所说的是不是同一个地方。哦，那你不改天我自己去看看？要是有辆越野车就好了。又是100金币，100公斤黄金就为多一个皮肤，这系统真是抠进无底洞。今天刚到手2000两黄金，折合现代重量还不够解锁一个形态。旁边灰色的因果日记图标还不知道要填多少。算了，饭要一口吃，路要一步一步走。是谁？难道是陈仓城有人见财起意尾随而来？还是苏秦想来个黑吃黑？不，没有苏西默许，其他人不敢对我出手。石根柱，你装什么装？你咋知道是我？蠢货，闭嘴！姓陆的，既然认出来了，老子也不藏了。就是你，还有那个匈奴贱人，害得我兄弟腿瘸，害得我们一家被赶出村子。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三当家，这人就是我说的肥羊陆沉舟，他家有大笔粮食，只要抓住他，逼问出藏粮的地方，足够瓦妙龄弟兄过完这个冬天。他家里那个伤了根柱的匈奴娘们儿也归您处置。事成之后，我二叔家那几个小的也一并送山寨当杂役。石根宝兄弟竟勾结了瓦妙岭的山贼，他们想把我吃干抹净，连江月酸枣都不放过。石根宝，你真是畜生不如！死到临头还嘴硬，三当家动手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小卡，赶紧出来救命！贼子敢宰！陆公子，快走！别让他跑了！你的对手是我。来人啊！有山贼！石根宝带山贼回来杀人了！
我跟他们拼了！你完了。那好像是我。要是我知道云珠身手了得，此刻亲眼看到了这般利落的杀手手段，心头也不禁泛起一阵悸动。陆晨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亏你来得及时。陆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这两个杀千刀的果然投了贼，云珠姑娘好身手。我没事，除了石根宝兄弟，还有3个山贼，其中一个应该是头目，往那边山里跑了。另外，刚才有一位好汉出手救了我，用的是军中歌姬，好像认识我，也往那边去了。我去追。不必了，穷寇莫追，我知道他们是哪里的山贼。至于那位好汉，军中志士歌姬，认识我，关键时刻出手相救，却又迅速遁走。我在陈仓地界认识的人里，有这个能力的只有1人。麻烦大家搭把手，把这2具尸体处理一下，扔远点，别脏了村子。处理完，每人1斤糙美。瓦庙岭的山贼这次吃了亏，肯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得找老李正商量，尽快组织巡逻队。陆公子放心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对，跟他们拼了！他们要是知道我们石家也有余粮，肯定还会来，不能让他们祸害村子。乱世求生，光有粮食和黄金还不够，必须要有保护这一切的力量。总不能每次遇到危险都靠云珠救命。下次回现代，我得想办法弄点现代热武器回来。陆公子，云珠小娘子，这些人是村里顶好的后生了，力气有，胆子也不算小。你们看，让他们组成巡夜队可行？行，18个人，分作2班，日夜轮换。从今夜开始，就在进村路口和山梁上设岗哨，但凡有陌生面孔靠近，立刻示警。凡护卫队成员，每人每天2斤糙米。2斤糙饭？真的假的？守夜就给2斤米？陆公子仁义，我们一定好好守夜，绝不让山贼摸进村子。粮食不会少你们，但丑话说在前头，巡夜不是儿戏，关系到全村老小性命。若有人玩书职守、偷懒耍滑，或者吃里扒外，石根宝兄弟的下场你们也看到了。云珠小娘子，老汉还有个不情之请。您看，这些后生空有一把力气，但没个章法，真要遇到山贼，怕是顶不了大用。能否请您闲暇时点拨他们几手？不敢奢求像您这般身手，只要能强身健体，临阵时多几分保命杀敌的本事就成。云珠，你若愿意指点1、2，自是求之不得。若觉得麻烦，无妨，只要陆晨舟同意，我自无不可。那就有劳你了。需要什么，尽管跟我说。那是自然。从今日起，卯时初刻到此集合，迟到者当日无米。现在绕着这片空地跑，我不说停，不许停。队列，注意队列，跑成一条线，呼吸，用鼻子吸气，嘴巴呼气，别像拉风箱，腰背挺直。你们是草原上被狼追的兔子吗？原地站好，站直。从今日起，上第一课，站。站是根基，站不稳一切休提。双脚与肩同宽，脚尖微微向外，膝盖不可完全绷直，亦不可弯曲如虾，腰背如松，下颌微收，目视前方。
坚持不住可以退出，退出者今日米粮减半。陆公子，这黑石头真能烧火？不仅能烧火，而且比木柴耐烧，火更旺。各位乡亲，这石炭之事必须严守秘密，仅限在场之人知晓，不得外传。回到村里也不得大肆宣扬，只说是找到了些耐烧的石头。陆公子，这是大好事啊！告诉大家，大家不都高兴吗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们想想，若让山外的官府、军阀乃至附近的山贼知道我们石家坳有如此宝山，他们会怎么做？他们会来抢。不错，以我们石家坳如今这点人手和力量，守得住吗？到时候这宝山非但不是福，反而是引来灭顶之灾的祸根。所以，保密是第一要务，开采也要有计划，少量取用，满足本村消耗即可，绝不可大规模挖掘，更不可拿出去贩卖。一切等我们有了足够自保的力量再说。陆公子说的对，我们都听公子的。谁要是敢说出去，就是全村的罪人。练兵出去出行，煤矿已经发现，粮食暂时无忧，但危机并未远离。苏秦会不会已经注意到了石家案？那个持戟人究竟是不是他派来的？这2天回现代，我必须搞到防身的热武器。小果，带叔叔去找石王禅爷爷家。石爷爷是村里最厉害的猎户，陆叔叔，你是不是想吃肉啦？石爷爷前几天还打到一只狍子呢。看着瞎话馋嘴的模样，我心里发酸。这几次穿越过来，我只想着带活命的粮食了。下次回来一定带点肉，别人不管，先让家里这几位解解渴。叔叔找石爷爷问点事情，当然，如果石爷爷家有肉，咱们就买点回来。好嘞。石大爷，打扰了。您常年在山中行走，见识广博。我想打听一下，您在山里可曾见过人参？人参，陆公子，人参可是稀罕物。听说产自极北的深山老林，辽东那块才有。咱们这秦岭山脉，气候地形都不对。老朽打猎采药几十年，莫说见过，听都很少咱这片的同行提起过。难道真要去东北找？那可麻烦了。且不说路途遥远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只怕人参没找到，小命早丢了。不过公子也别太灰心，这人参虽说产地稀少，但并非完全卓据于世。老朽时常去陈仓城卖皮子，曾在济世堂奥铺见过他们珍藏的镇店之宝，好像就是一只老山参，用锦盒装着。价格听说购买几十亩好地，公子若是急需，不妨去城里几家大药铺问问，他们路子广，或许有存货，即使没有，也应该知道从哪里能弄到。就是这价钱，对啊，我钻啥牛角尖儿？总想着去深山老林现挖，却忘了这里是东汉末年。这时候的人参可都是纯野生的，根本没有人工养殖一说。只要能买到，年份足够，或许就能解周家燃眉之急。钱，我现在最不缺的就是黄金。多谢石大爷指点。看
看着他俩这渴望妾生的模样，这两娃生在石家壤，最远恐怕只到过山脚的溪水。陈仓城对他们而言，简直是传说中的地方。上来吧，带你们去见见世面。真的吗？谢谢陆叔叔。许诺给云珠买去除脸上斑点的化妆品，结果回现代被买方已经够凉，忙得晕头断袖，竟把这事给忘了。云珠，那个，上次说给你带祛斑的化妆品，我回去一忙给忘了，这次一定不会忘，我保证。云珠婶婶，什么是祛斑的化妆品呀？陆叔叔要给你买胭脂吗？是一种能去除你云珠婶脸上斑点的东西。云珠婶婶脸上斑点没了，会更好看。云珠婶婶现在就好看啊！还没娃娃会说话。那些都不重要，只要你平安归来就好。掌柜的，请问看到苏青出现，我就明白了，这次偶遇绝不偶然。骡车刚刚进城，消息立刻传到了他耳中。难道上次的200吨糙米吃完了，他要补货？苏夫人，夫人大驾光临，小店蓬荜生辉，不知夫人需要些什么？陆郎君，真巧，竟在此处遇到。郎君这是身体不适来抓药？苏娘子安好，非是在下染药，只是想来寻一味药材。哦，不知是何美贵药材，竟劳弄陆郎君亲自来寻。这济世堂的陈掌柜见识广博，或许能帮上忙。夫人过奖，不知这位公子想寻何药？小店虽不敢说包罗万象，但寻常药材倒也齐全。在下想寻年份久一些的野山参。野山参，公子，这野山参可是稀罕物，尤其是年份久的。小店前些年倒是收过一只50年的，早已被城东王家老太爷买去救命了。如今只有几只10年左右的原参，怕是入不了公子的眼。其他药铺呢？或者掌柜可知何处能寻得？难啊！如今天下不宁，商路不畅，辽东那边的参客几年都难得来一趟。即便有，那也是天价，而且一到关中，立刻就被各大世家豪门预定了，根本留不到市面。陆郎君寻这老山参，可是有急用？家中有人需要吊命续气。是一位长辈染疾已久，听闻此物或有效用，故来碰碰运气。陆郎君孝心可嘉，不过这老山参确实可遇不可求。妾身倒是因为一些缘故，常年留意此物，或许比陈掌柜知道的消息多一些。他这话是暗示还是试探？单纯想卖人情拉拢我，还是他家中也有病人？哦，苏娘子若有门路，还请不力告知。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陆郎君若不介意，不妨一步，随妾身去个清静之处，慢慢详谈。陆郎君方才问及人参，让妾身想起一些旧事。亡夫在时曾任3府典农厨事，后来因一些事情，被曹阿半、曹公麾下使者寻了错处，构陷下狱。家中变故仓促，未打点疏通，当时府上管家将家中珍藏的一株100年山精，也就是郎君所说的人参，送了出去。曹操，听到这个名字，我心头一震。他亡夫竟是被曹操麾下构陷致死的。此女能从那般漩涡中心全身而退，来到陈仓，背后倚仗极深。这女人水太深，我得警惕。至于郎君所说的1000年人参，妾身从未听闻有此年份的。
或许深山有灵，生长千年，但那已近乎传说，非人力可求。寻常所言百年山精已是稀世珍品，药性堪称雄横。看来后世那些千年万年的宣纯属商业气筹，在这东汉，一株百年纯野生老参的药力，怕是足够霸道。那株百年人参送与了何人？当时管家病急乱投医，将其送给了时任右虎符麾下的绝草使。此人专采律令审议，当时或能说上些话。人参送出不久，王夫便木于狱中。那樊熙是否出力？人参下落如何？妾身后来无心也无力追究。右胡峰治所在怀里县，离陈仓110里路，但在如今这世道，意味着数日跋涉和重重凶险。若郎君确许此物，妾身或可陪郎君往怀里县走一遭。一来，妾身与那樊姬有过一面之缘，或许能问询一二；二来，右婚府治所消息总比陈仓灵通些，即便樊姬处已无人称，也能打听其他门路。他竟主动提出陪同，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，但也意味着我将与苏颜牵扯更深，行踪完全在他视线内。他是单纯想卖个好加深合作，还是另有所图？比如探查我根底，或者小卡的秘密？苏娘子厚意，陆某感激。不知那樊季是何等样人，如今可还在怀里任职？樊季此人精于力道，善钻营，好获利，当年能收礼不办事，可见一斑。至于如今是否还在任上，妾身离了长安旧圈，消息已然闭塞，需到了怀里方能知晓。怀里之行可以考虑，但未必需要苏城陪同，或许可以让苏城写封引荐进函。不过这事不急在一时，我完全可以回现代抄近路。第二件事是关于粮食，陆郎君手段通天，妾身佩服。陈仓城居民众多，区200升虽解了燃眉之急，但杯水车薪。妾身希望郎君能每隔10日便为我送来200针糙米，不知郎君可能做到？10日200针，也就是1个月600石，对于我来说毫无压力，甚至有点少。但这些粮食应该是陈仓城目前财力的极限。价格依旧，10两黄金一阵，当然前提是郎君的粮食须如这次一般，质量无忧。这个自然。如此甚好。还有郎君上次送妾身的红薯，不但口感软糯香甜，最主要的是饱腹感十足，不知能否？没问题，下次送粮过来，附赠100周红薯，就当是对夫人的感谢了。万万不可，这如何使得？妾身的意思只是想向郎君讨些红薯种子。郎君慷慨，无以为报。天寒地冻，郎君还要照料孩童，拿去暖手吧，算是妾身一点心意。云珠婶婶，那个漂亮的姨姨，她也是陆叔叔的婶婶吗？小花，别乱说，这位是苏娘子，是叔叔生意上的朋友。哦，可是她真的很好看呀，和云珠婶婶一样好看。走了，童言无忌，陆郎君不必介意。妾身还需去寻找一些药材，先行一步。苏娘子可是身体有恙？不是，在夏夏的意思是，陆郎君误会了，非是妾身有恙，是庞将军。梁妃率部攻城那日，庞将军为护城门，所见中了一剂毒箭，虽经军中救治，拔除箭矢，敷了金疮药，可这半月来，伤口非但不见愈合，反而日渐溃烂流凝，近日更是烧不退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昏吞，汤水难进，所以我才想去药铺看看。庞德重伤濒危，我瞬间明白了苏锦今日偶遇的深意，他是在试探我是否还有超出粮食交易之外的价值。就庞德能绑定盟约，但我的医疗知识全来自现代社会，在一个连无菌环境都没有的东汉军营，亲手清创。可若不救，苏锦眼中的绝望又让我不忍拒绝。陆某之法或许与寻常郎中大相径庭，需苏娘子与军中诸位信我，全力配合，不得干扰。当真？一切但凭郎君吩咐，妾身这就引郎君前往军营。云珠，带孩子们先回回。我与你同去。行吧，一起去。苏夫人，童君侯、赵君侯，这位陆先生或有救治庞将军之法？他夫人，庞将军乃剑创入骨，毒邪深陷，脓毒已发于内，药师之力恐已难及。此等黄口孺儿，岂能？住口！陆先生乃奇人异士，既有言可试，便当一试。庞将军若有不测，一切责任由妾身承担。请解开包扎。这情景让我想起关羽刮骨疗伤的典故。眼前庞德的状况比关王爷更糟，必须彻底清除坏死组织，并对抗全身感染。我需要几样东西：第一，大量烧开放凉的清水，越干净越好；第二，最烈的酒，越烈越好；第三，干净的白布，煮沸晾干；第四，锋利的小刀、剪刀、镊子，同样用沸水煮过，再在火上灼烧；第五，针线也要煮过；第六，炭盆，让帐内暖起来；第七，找几个胆大心细、手稳的军士协助，快！照陆先生说的办，要快。奴。
你干什么？此乃何物？岂能直接触碰双口？消毒，酒精挥发带来凉意，能起到局部清洁和轻微麻醉效果。接下来就是最关键血腥的清扫。接下来我要切掉所有发黑坏死的皮肉，剜除腹骨上的脓毒，过程会很血腥。若信我，请约束众人不得惊扰；若不信，现在我就帮将军包扎好。请陆先生放手施还，赵君侯、徐君侯约束好部下，违令者军法从事。诺。这就完了。外伤处理暂告一段落，但能否活命，还要看接下来。伤口每日需按此法清洁换药一次，这白色药膏需涂抹。这口服药粉，每日早晚各一次，每次就这一勺吧。另外，将军如果高烧不退，需用温水持续擦拭额头、腋下、四肢，助其散热。若能进食，尽量喂些清淡米汤。陆先生，庞将军他……我能做的都已做了，接下来就看庞将军自身的元气以及天意。若今夜高烧能退，明日能有些许意识，便有一线生机；若不能，无论结果如何，妾身代承包真民，谢过陆郎君俯首之恩。你那些东西从何而来？家乡的一些特产，有机会我以后带你去我的家乡看看，你就明白了。真的？云珠婶婶，陆叔叔要带你去哪里？小花也想去，带上我嘛。陆郎君所托人身之事，妾身会放在心上。若有消息或凡迹处有变，妾身会设法通知石家傲。一进军营我就认出来了，那天戴着面罩救我的蒙面人，正是这位赵君侯。救庞德是一次冒险，也是一次投资。若能成功，我在陈仓城的根基将无比稳固；若失败，可能会惹上一身麻烦。牛马互助系统，难道我这个牛马不仅要倒卖物资，还要兼职战地医生，参与进这波澜壮阔又残酷无比的东汉末年历史缝隙中去吗？陆公子，您放心，此事俺一准办妥帖。感激值竟然突破了1400，这绝不只是石家傲这几十口人的数，绝大部分应该是陈仓城里那些分到粮食活命的军民贡献的。这系统果然是实打实的情绪能量收集器。信任值里贡献最多的居然是苏锦，足足65点，其次是童军后的32点，而酸枣姐弟每人只有10点。云珠28点，江月23点。难道系统评判信任的价值，会根据对象在这个时代的社会地位和能量层级来划分？贵族豪乔的信任
比平民百姓的更值钱。这系统还真是入乡随俗，挺势利眼啊。谁？队长，咋了？可能是我眼花了。走，去那边看看。七头村，这是舅舅家以前的村子，我就是在这儿长大的。重卡开去的方向是牛头坡煤矿，现在的牛头坡煤矿和东汉末年我要开采的煤矿本就是同一个地方。大爷，你瞎呀！辅助跟我，推塔！姐，给我拿瓶可乐。知秋，爸回来了。Defeat。哦，爸，少玩会儿，早点睡。爸，你回来啦！快歇着，我给你做饭。知夏，知秋啥时候回来的？爸，明天是元旦，学校放假3天，知秋下午就回来了。他回到老家，看到门锁着，打你电话打不通，跑到2中门口，一直等到我放学。你怎么没有告诉他咱们搬家了？知夏，爸爸明天不出门了，带你和知秋去城里逛逛。快过年了，给你们买点新衣服和学习用品。真的吗？爸，吃饭了。知秋还没起，他昨晚玩到很晚，我去叫他。我去吧。知秋，起床了，今天不是要出去吗？去，困，快起来，吃完早饭，爸爸带你和姐姐去买东西。买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什么都买。那我想要个新手机，我同学都用水果最新款了，我这破手机打游戏都卡。行，买。真的，爸，你太好了，我这就起。爸，姐，快走，快走！爸，你穿这个真精神。这件皮衣还是和爱人结婚那年买的，我一直在南方打工，只有过年回家才穿几天，平时根本舍不得穿。爸，我要这个，顶配。知秋，太贵了，买个能用、打游戏不卡的就行了。你懂什么？这性能才够，我们同学都用这个，爸都答应了。行，就这个。知夏，你也挑一个，喜欢哪个？我不要，我手机还能用。挑一个，今天爸爸给你们都买。太贵了，太贵了。爸，这件怎么样？还不错，你也看看，喜欢什么就试试。姐，你干嘛呢？那边都是过季的。我觉得这件就挺好，暖和。去试试。爸，这太贵了，不用这么多。听话，去试。爸，给我姐买那么好的手机和衣服干嘛？她一个女孩子用那么好浪费。你的钱还得留着给我以后娶媳妇买房呢。本来就是嘛，妈以前也这么说。知秋，你姐姐和你一样，都是爸爸的孩子，爸爸对你们的爱是一样的，他有的你也一定有，但同样你有的他也必须有。钱是爸爸赚的，怎么花，给谁花，爸爸心里有数，以后不许再说这种话。行，你跟你女儿逛吧，我回家。知秋，别追了，让他自己冷静冷静。宋雨梅重男轻女的思想，到底还是潜移默化影响了儿子，而我常年的缺席，让这种扭曲念在儿子心里已经生根发芽。这不是买几件衣服、几个手机就能立刻挣的。爸，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傻孩子，跟你没关系，是爸爸以前没做好。走，
咱们再去给爸爸买件衣服。爸爸这件皮衣太旧了。爸，这件皮衣我小时候就见你穿了，其实挺好看的，就是领子这里磨得有点亮了。走，爸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吃完饭咱们再逛，想吃什么？大餐。爸，咱们今天花了好多钱了。我知道前面有条小吃街，东西又便宜又好吃，咱们去那里吧。我想吃酸辣粉和烤串。爸，你看那边，是不是小姨？李卓成呢？又躲哪儿喝酒赌钱去了？之夏，你怎么来了？哎呦，你这孩子快放下，脏！让你爸带你玩去，一阵忙得过来。小姨，没事儿，我帮你。红梅，生意挺好。李卓成呢？姐夫，你俩还没吃饭吧？书豪，给你姨父和姐姐搬个凳子。不用忙。姐夫，不用你。红梅，我今天没事儿，专门陪之夏。好嘞，您的酸辣粉多加辣，马上就来。姐夫，之夏，快趁热吃，尝尝我手艺炭布了没？红梅，你这手艺真是绝了，怪不得生意这么好。小姨做的比外面店里好吃多了。我妈妈做的米粉是世界上最好吃。钱呢？给老子把钱拿出来！李卓成，你又去赌了？这是今天刚赚的饭钱和孩子的书本费，不能给你。放屁！老子是一家之主，钱都是老子的，臭娘们儿，反了你了！你怎么样？疼不疼？李卓成，你还是不是人？红梅辛苦赚钱养家，你就知道喝酒赌钱还动手打人？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姐夫啊！怎么，自己婆娘跟野男人跑了？哼，没处献殷勤，跑来找我老婆了。我看你们两个早就勾搭上了吧？怪不得这臭娘们现在敢跟老子横。姓陆的，你少在这儿假惺惺，想要这娘们是吧？行啊，10万块，10万块，老子就把它让给你，连带这2个小拖油瓶都给你，怎么样？够便宜你了吧？你个混账东西！孩子还在这里呢，你怎么能说出如此禽兽不如的话？李卓成，你不是人，我跟你拼了！啊！妈，你别哭。红梅，这样下去不行，他会拖死你，也会拖死2个孩子。离婚吧，跟他离了，这种男人不值得。离了婚，带着舒耀和子少，好好过。你要是愿意，我出钱投资你开个正经小吃店，不用再风吹日晒推着车跑，找个固定门面。你手艺不错，肯定能把生意做大，养活你们娘仨没问题。舒瑶、子瑶，咱们回家。爸，小姨会答应吗？不知道。这一刻，我清晰认识到，我穿越2界，拼命赚钱，不能仅仅是为了改变自己和孩子们的命运。或许牛马互助系统真正要我做的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拉住那些和我一样，在生活的泥泞里艰难挣扎，却依然不肯放弃希望的牛马们。这担子很重，但这路我得走下去。之夏，你先回家学习。爸爸去物流取个货，之前订的东西到了。之夏，周阿姨好。
一个人去逛街啦？今天元旦，你爸爸没陪你？不是一个人，我跟我爸还有我弟弟一起去的。我爸给我们买了些东西。那就好。你爸爸最近工作挺忙的吧？是挺忙的。你弟弟呢？没一起回来？他先回家了。这次回东浩，无论如何得想办法凑够升级载具形态的100系统金币。实在不行，就再卖几个玻璃摆件。如果小卡能在货车和越野车之间来回转换，那我不管在现代还是东汉，出行将方便许多。哟，老陆，这是生意做大了，发这么多货，车也换了。丁哥别取笑了，小打小闹，混口饭吃。东西都齐了吧？齐了，清单上的一件不少。不过老陆，你这进的货挺杂啊，又是布，又是棉花，还有锅碗瓢盆。这是要开杂货铺还是救济站？乡下条件不好，什么都缺，顺带捎点卖。倒车请助力。陆老板，您可来了，货早备好了，1万斤糙美，全是按您要求，麻袋装，品性实用。您这车装这么多行不行？要不我安排个货车给您送一份？不用，没问题。哎呦，陈州，好久没见你来拿肉了。今天要点啥？还是老规矩，五花五后腿。墩子，今天要的多，2头整猪，处理干净批半，再来1头整羊，也要处理好的。多少？2头猪1头羊？陈州，你搁这儿跟我开玩笑呢？这么多你能卖完？承包了个工地食堂，量大。行啊，老陆，真人不露相，这是闷声发大财啊！放心，哥给你挑最好的，价格绝对到位。以后食堂的肉可得优先照顾弟弟我啊。老陆，今晚博乐会，李胖子奏了个角儿，叫咱初中老同学聚聚，你去不去？听说周静怡也去，你不想见见？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。不去，没空。真不去啊？听说周静怡离婚了，李胖子现在可混好了，开了家洗浴中心，说不定晚上还有别的节目。真不去，墩子，谢了，肉钱转你了，以后有需要再找你。这老陆神神秘秘的，换这么大车搞食堂，以前没听说他有这路子啊。周静怡都不见，看来是真放下了。洗个澡，晚上潇洒去喽。我临时改变主意，不是因为范墩子那句周静怡也去，也不是因为他离婚的消息，而是因为李润生，李胖子。如果连续留隔3年，大部分时间在街头打架也能算同学的话，我早早辍学去打工，对他印象模糊。要不是后来过年回家听宋玉梅提起，我早忘了这人。你看看李胖子，人家现在可是大老板了，在市里开棋牌室、开洗浴中心，黑白2道都吃得开。随便一个厂子1晚上的流水，顶你背井离乡，辛辛苦苦在外打工1年，人家那才叫活出个人样。你再看看你，那些话像针扎在我心上。我一直怀疑，我每月寄回家存着或给孩子上学的钱，有一大部分流进了李胖子的棋牌室，愿赌服输。可宋玉梅后来离家，很可能与欠下债务有关。李胖子在里面又扮演了什么角色？我没兴趣去同学会当背景盘，但白珊珊，宋玉梅离家前跟一个在博乐会上班叫白珊珊的女人来往密切，
也许他知道玉梅离家后的去向和内情。既然过不下去，那就干脆找到人把离婚手续办了，免得牵扯不清影响孩子。你咋又回来了？车呢？车停在城外路边了。那个同学会，我去。这就对了嘛，老同学，多少年没见了？周静怡她，嘿嘿嘿，走，坐我车。我说陈州，你就不能换身衣服？你这身去博耀会，人家保安能不能让你进都是问题。没事，暖和。我靠，这地方看着就贵。欢迎光临博悦会。两位先生晚上好，请问有预定吗？有预定，李总，李润生订的包间。李老板订的鸿运包间在5楼，两位这边请，有专人引导。哟，看看谁来了！这不是咱们班的劳动委员陆晨舟同学吗？还有猪肉王子范墩子，稀客，快请进！怎么着，陆委员，这是刚下工地视察完，没来得及换衣服？就是刚收工，紧赶慢赶都来晚了。白珊珊是哪一个？白珊珊，他找珊珊姐，这人谁啊？看着面生，该不会是珊珊姐老家那个传说中的老公找上门了吧？江好能穿成这样，我看是想找珊珊姐借钱的吧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，一身泥点子，怕是刚搬完砖吧？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周静怡，这真是你啊！静怡，你可回来了！去个洗手间怎么这么久？来，快坐这儿，就等你开席了。静怡，尝尝这个，朋友从法国酒庄直接带回来的，外面可喝不到。陆晨舟、墩子，你们自己找地方坐啊。李润生，麻烦你让人叫一下白珊珊。我未有事问他，我费尽心机编造千年人参的消息，才把周静怡约出来，叫上老同学作陪，一是显摆人脉实力，二是想拉近距离。眼看开局顺利，怎么能让陆晨舟给搅和了？白珊珊谁呀？我不认识。陆晨舟，你喝多了吧？这是同学聚会，你找什么乱七八糟的人？再说，人家是你想叫就能叫来的。李润生，陈仓市就这么大点地方，谁不知道博悦会是你李总的产业？在这里，你叫谁，谁敢不来？难道这包间里的人都不知道李润生是这博耀会的幕后老板？我知道这事儿还是因为宋玉梅一次唠叨我时，拿我跟李润生做比较说漏嘴的。李润生，博悦会是你的产业。博悦会的名声我也有所耳闻，纸醉金迷，甚至有见不得光的交易。我爸最忌讳我们沾染这些，我为了爸的病抱希望来了。原来我离婚回国国寻药的消息早被他们摸透了。李润生根本是把我当成了新狩猎标。静怡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这地方我只是有点小股份，平时根本不管事的。今天选这里主要是方便菜品好，真的，我对天发誓。
这个男人比满屋子衣着光鲜的成功人士都要清晰真实，他毫不掩饰目的，不畏嘲笑，固执地寻找一颗妻。李总，打扰了，珊珊姐，听说您在这儿宴客，特意过来敬杯酒，先在外面候着，您看。哎呦，李总，您大驾光临，怎么也不提前跟妹妹打声招呼呀？是不是故意避着我呢？白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我这里有个老同学说是有事儿找你。喏，就是他，他说他老婆你认识，叫什么宋玉梅。这位先生面生得很，宋玉梅，我好像有点印象，以前是在我们这儿做过一段时间的保洁，还是服务员来着？时间太久了，记不太清了。她既是你爱人，你会不晓得她行踪，反倒跑来找我要人？这女人是个真正的老江湖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毫无破绽。她眼神看似坦荡，但我能感觉到笑容底下的戒备。她是我前妻，大概半年前离家，之后就音讯全无。有人告诉我，她离家前跟你来往密切。我想知道，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？她有没有跟你说过要去哪里，或者留下过什么话？先生，您这么说，我可真有点糊涂了。我跟您前妻也只是工作上的简单接触，谈不上来往密切。她辞职好像挺突然的，具体什么时候我也没留意。我们这种地方人员流动大，今天来明天走的太正常了。至于她去了哪儿，这就更不清楚了。实在抱歉，帮不到您。如果只是普通前同事关系，何至于如此防备？宋玉梅离家恐怕真和这地方有不寻常的关联。只是现代是法治社会，没有证据我什么也做不了。这一刻我竟有些怀念起东汉末年，在那里至少有些问题可以用更直接粗暴的方式去探寻。打扰了。一起走吧。周静怡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不想知道千年人参的消息了？静怡，咱们知根知底，你刚回国，周家现在也就剩个空架子了吧？跟我在一起，强强联合，在这陈仓市，咱们就是天。你想要人参救命，我可以帮你找，但前提是……李润生，你终于说出来了。人参，只要你真有门路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，但其他的你休想。多少钱都给，我要你们周氏集团所有珠宝业务，渠道、客户、库存、品牌，全部用这个换你爸平安，怎么样？很划算吧？你太过分了，拿父亲半生打碰的事业做交换，分明是借机逼迫，实在不近人情。联想到他之前的种种神秘，难道他真的有办法？死马当做活马医，信他一次。李润生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人参我会自己想办法。至于周氏珠宝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告辞。墩子，还不走？等着李总请你吃宵夜。唉，我以后跟这里的猪肉生意怕是难做了。李润生那种睚眦必报的人，绝不会轻易放过今天临阵倒戈的我。白珊珊、李润生、宋玉梅的失踪赌债，还有周静怡急需的人参，全指向这地方。现代社会的漩涡，并不比东汉末年的刀光剑雨来的温和。静怡，给我半个月时间，应该能找到人参。再让我神秘想。好。
我说小娄子，你小子是不是傻？人家周大美女刚才主动提出送你回家，那大奔是坐着不舒服，非要挤我这小破车，脑袋被驴踢了。你要是不愿送，前面路口停下，我打车。别，开个玩笑嘛。哎，陈周，你说我以后这猪肉生意可咋整？博悦会那边肯定是黄了。李胖子那人心眼比针班还小，今天咱俩这么保他面子，他肯定记上了。我那肉铺一半生意靠着他几个厂子呢，这损失你小子得赔我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是我要找白珊珊。要不我改天找李胖子说说。陆陈舟，你跟我这装傻充愣呢？李胖子现在恨你入骨，你去说火烧浇油还差不多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不是包了个大食堂吗？那以后这猪肉供应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对吧？行，以后食堂的肉优先从你这儿拿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好兄弟。白珊珊一定知道些什么。听到宋玉梅3个字时，那瞬间僵硬和滴水不漏的应对，绝不是面对普通前同事该有的反应。宋玉梅的失踪恐怕真的不简单，可是怎么查？我一没时间，二不专业，贸然跟踪调查只会打草惊蛇。况且对方现在肯定已经提防我了。这里的房子可不便宜，看来你小子是真发财了。食堂猪肉别忘了啊！这丫头这么晚了还在等我回家。搬进来半个月了，我还从未见过对门邻居，不知道是做什么工作的，竟然也这么晚才回家。爸，你回来了，晚上吃饭没？锅里给你留了饭，还热着呢。吃过了，在外面吃了点。知秋呢？奇怪，总觉得刚才好像有人在透过猫眼看这边。下午就回学校了，说是有晚自习。爸，你和小姨……没事，你别操心，快去睡吧，明天还上学呢。这砸的一颗油，哎呦！调查白珊珊凭我自己几乎不可能，报警没有证据，且容易打草惊蛇。我需要一个信得过且有能力资源去做这件事的人。目前只有周静怡符合条件，他是周氏珠宝掌舵人，今晚我们算是临时盟友，而且他父亲急需人参，我或许能提供帮助作为交换筹码。你到家了吗？到了。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可能有点冒昧。你说。李欧，我想查一下博悦会那个白珊珊，越详细越好，尤其是她和我前妻宋玉梅之间到底还有没有联系。好，我让人去查，有消息告诉你。我预想过他可能委婉拒绝或提出交换条件，唯独没料到他会如此爽快应承。是因为今晚的战友情，还是因为人参的事？谢谢，这个人情。不客气，早点休息。表哥，行啊，鸟枪换炮了，这车物资得不少钱吧？我按1元1斤收购，舅舅在村里收绝不超过8毛，这6000斤红薯一转手就是1000多块纯利，在乡下这可不是小钱，难怪表弟态度大变。差点忘了答应给连蝶云珠带祛斑化妆品。那女人看着性情冷漠，像块捂不热的石头，可实际上在某些时候，她简直像换了个人，热情的让我招架不住。这次要是再忘了，回去怕不是要挨揍。表哥，还有啥事儿？我得再去趟城里买点东西。嗨，我当啥事儿呢？开我的车去，你那大卡车进城不方便。谢了。要是小卡能切换成这种越车形态，在东汉那种路况下该多方便。100金币，得抓紧了。老板，有没有能祛斑的化妆品？就是那种晒出来的斑点。喏，
那边架子最下面，白色瓶子那个50块，拿回去磨磨，哄你老婆高兴就得了。真想祛斑，那得去医美，贵的要死。咱这小店可没有。老板，你确定这个真能有点用？我说大哥，50块钱你还想买神仙水啊？就是个保湿的，抹了脸不干吧，看上去精神点。女人嘛，有时候要的就是个心意，你买了，她心里就舒坦。斑不斑的，谁还真指望这个？老板，你人还怪好的嘞，净说大实话。不然呢？骗你说能祛斑，买回去你老婆用了没效果，回头不得来骂我？开门做生意讲究个长久。行，冲你这份实在，我不要这个，我要真的有点效果的，贵点没关系，有吗？还真有不要便宜要贵的。等着，喏，这个白医生专业美白祛斑套装，正经牌子，里面是精华晚霜面膜一套。前几年火过，后来反正东西是好的，就是价格不美丽。多少钱？1980，成本价给你了。不瞒你说，这玩意儿我当初脑子一热进了1箱，压了快2年了，一盒都没卖出去。现在钱难赚啊，人都惊了，要么去网上买，要么直接上医院打激光，谁还信这个？到账1980元啊！真。大哥，您真是个爽快人，爱老婆的好男人。这个送您，进口的小样香水，味道挺好闻的，拿去讨嫂子欢心。香水？对，花香调的，不浓，挺优雅的。女人嘛，哪个不喜欢香香的？香水，东汉末年，苏锦，陈仓城里的贵妇人，那些世家女眷。这种香水你还有多少？还有大概40-50瓶吧，都是跟那个套装一起进的，也不好卖。我全要了，你数一下，具体多少瓶，我都要。全要了？哥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批发送人？他脑子里怕是飞快闪过各种可能，单位发福利，搞活动赠送，还是觉得我是搞微商的。送人，你算算，一共多少钱？香水原价是188一瓶，给您算150，不120，您全要了，按98一瓶成本价，这里还有48瓶，4704。哥，我再给你抹个零头，4600，你看怎么样？行。微信到账4600元，压了2年的死库存，今天居然一下清空了，还遇到个这么爽快不砍价的客人。哥您慢走，下次需要啥尽管来，保证给您最实在的价。祝您和嫂子永结同枝，百年好合啊！给云条的礼物有了，甚至还意外发现了一个可能比粮食利润更高、更受东汉上层欢迎的奢侈品——香水。这玩意儿体积小，重量轻，便于携带，在物资匮乏、追求风雅的东汉贵族圈里，绝对是降维打击。苏锦那个精明的女人，肯定能看到其中商机。从这里穿越过去，刚好离石家窑不远，人迹罕至。我可不想再像上次在陈仓城外那样，凭空出现一辆钢铁巨兽，被一群流民当成妖怪跪拜围观，那场面实在太社死了。穿越地点又出岔子了，这次直接调人家军营里了。看这架势，对方分明是如临大敌。难道是庞德没救活死了？他手下军士这是专门在这里等着要拿我纪灵报仇？要真是这样，我可冤死了！坐以待毙绝对不是我的风格。这卡车虽然破，但好歹是钢铁之躯，刀枪一时半会儿应该奈何不了他。冲出去，必须冲出去！
拦住他，别让这妖物跑了！住手！全都住手！放下武器，退后！这就是陆先生，退后！庞德到底是死是活还没个准时，这帮当兵的为什么堵在石家岸外？我必须得先弄清楚。陆先生，莫要惊慌，末将同川，我们前2天还在军营见过。陆先生稍后，末将已派人去请苏娘子和烈莲云珠小娘子，他们到了，您一问便知。庞将军已醒，高烧渐退，伤口虽未愈合，但脓毒已清，正在静养。先生救命之恩，陈仓军民感念于心，绝无加害之理。末将率兵在此，实是另有缘故。听到庞德没死，心中一块大石落地，但护卫之说仍让我将信将疑。陆晨舟，刚才报信官兵说什么我没听清，见陆晨舟被困铁笼，定是这些官兵搞的鬼。云珠，别动手，我没事，自己人。快上来！这便是那日陈仓城外会跑的铁骨汤，到底发生了何事？他们为何困住你？我没事，你先告诉我，石家傲怎么了？你的胳膊？皮肉伤，无碍。土匪打进了村子，我胳膊上挨了一击，死守在石屋里，眼看快撑不住了，赵君侯带着人杀出来，把土匪赶跑。童君侯他们只是护卫，并没有进村。还有那位苏娘子，昨日傍晚也乘马车来了一趟。苏锦也来了，他来干什么？未问还是已经知道了牛头坡煤矿？陆郎君，有件事我必须向你坦白。陆郎君，有件事，妾身需向你坦白。苏娘子是想说，对我这个来历不明、手段奇异之人有所疑虑，派人跟踪调查，甚至探查石家傲，都是人之常情，对吗？正是，妾身不必解释。赵君侯上次救我性命，这次又率兵及时赶到，救了石家傲全村老小，这份恩情，陆某铭记于心。单凭这一点，之前娘子如何探查我，都算扯平了。此事以后不必再提。探查之事可以翻篇，但关于石家傲，关于我，苏娘子以及你身后的人，究竟知道多少？现在作何打算？石家傲组织村民开山修路，选址建造砖窑，以及在牛头坡发现石炭矿脉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我们是目前知晓此事的，仅限于我、童赵2位君侯，以及一位庞将军重伤未愈。童赵2位君侯是我与将军可信之人，但那位方甲侯，他是中陶中司令安插在陈仓军中的心腹耳目，此事他必定会如实上报司隶校尉府。就会能自行下号。然后呢？上报之后，或者说钟司令会如何处置？派赶出军队接管矿产，任其自生自灭，沦为饿殍流民。并不想这么做。你不想，但有人想。那位方甲侯又是什么态度？庞将军出行径，尚未对此计分央明的，但以测往日性情，必不愿这些草民之举。只是按据不日行事作风。苏娘子在提及钟司令时，语气格外敬重。你与钟斗是何关系？陆郎君既然问起，妾身也不再隐瞒。王夫马泽，只因妾身这几分颜色引来了祸端，诬告王夫贪墨军粮，勾结袁绍，王夫被下狱拷打，惨死狱中。我那不足3岁的孩儿被他们活活扔进河里，说是病冷。是钟司令，他乃我父故交，得知噩耗，不顾风险，多方斡旋，才将已沦为官妓、即将被发卖的我从虎口中救出，秘密送至陈仓安置。他答应我，有生之年必寻机为我父儿报仇雪恨。这些年，我暗中经营通缉智库，为钟司令筹集钱粮，打听消息，
他则借私立校尉之权，在职权范围内与我方便，庇护于我。我之所以四处搜罗琉璃宝器，也是因为钟思琴需要这些珍宝，去贿赂曹贼麾下的某些关键人物，或换取情报，或为将来做些准备。陆郎君现在明白为何我那般看重琉璃宝器，又为何对你能弄来粮食如此在意了吧？乱世求存，我辈女子若无倚仗，便如浮萍，只能依附强者，或自己成为别人需要的那枚棋子。他不仅是钟繇的代理人，更是一个身负血仇，在权力夹缝中想伺机复仇的魏王人。钟繇与曹操关系微妙，苏锦的作用恐怕比表面更危险。所以石家傲的石炭对你，对钟思义而言，不仅仅是一项资源，更可能是一个筹码，或者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麻烦。是筹码，也是麻烦。若运用得当，或可增强钟司令在关中的实力和话语权，甚至换取一些对付曹贼的机会。陆郎君，这个就我处理不好，走漏风声，引来曹贼或其他势力直接插手，恐怕连钟司令也未必能保住石家傲。保住我等知情之人，石家傲之事已非一村一地之得失，它牵涉到陈仓军政、钟司令布局，乃至更上层的博弈。是退还是进？退或许能保一时平安，但石家州的村民怎么办？云珠、江月、酸枣怎么办？进，前面是曹操、钟陶这等枭雄的棋局，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。苏娘子，多谢坦诚。石家傲是我的根基，那里的村民是我的乡邻，牛头坡的石炭是我带他们找到的，我不会让任何人轻易夺走他们的家园。我想跟庞将军当面谈谈。至于那位方甲侯，他最好管住自己的嘴，否则……陆郎君之意，妾身明白了。方甲侯那边，妾身会设法暂时稳住。至于庞将军，妾身这就回去陈明利害，试探口风。有劳。疼吗？放心，有我在。苏娘子，我这次带回了不少东西，除了约定的粮食，还有一些你或许会感兴趣的新鲜玩意儿。不如我们先解决眼前的麻烦，再谈合作。好。童军后，各位辛苦，在下就先走了，晚上再来给大家送饭。陆公子自便，只是这路……就在这里吧，云竹，下车，离远点。我想起陆沉舟离开那天清晨，石代马曾报告说，空地上夜里有闪过，还有怪声。难道这去哪儿了？这是一种收纳之术。以前从现代带物资过来，需要费尽心思去掉包装，可这次竟没有任何阻碍。难道系统升级后，不仅仅是存储空间变大，连带穿越携带物品的限制也松动了？理论上，除了生命体，现代社会大部分物品我都能直接带过来，不用再费劲伪装了。这女子是何人？夫君，你一直把她的画像带在身上。云珠，你误会了，这不是真人画像，这是画上去的，就像年画上的门神一样。这是装东西的盒子。画得如此，
如此不堪入目，还穿成那样，定非良家女子。你为何看她看得如此入神？我不是看她，你看，这上面写着“白医生，专业美白祛斑”，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，专门给你去除斑点的化妆品。给我的？这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要。你叫我什么？云珠姐姐，公子，我们是担心你们，所以没事，我们也回去吧。月月姐，云珠姐姐刚才和陆叔叔在做什么呀？为什么看到我们就跑了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别问。原来公子喜欢主动的女子，我是不是太拘谨了？陆公子，您可回来了。这次多亏了您和云珠姑娘，还有那些军爷，不然咱们村儿就……李正，是我考虑不周，让村里遭此大难。死难的后生都是好样的，他们都是英雄。凡是为保护村子而战死的兄弟，每人家里抚恤糙米50斤，红薯50斤。活着的伤员每人糙米30斤，红薯20斤，好好养伤，日后他们的家小，村里共同照应。陆公子大恩大德，谢谢陆公子，我儿死得值了。陆公子是咱们石家傲的救星啊！该好好盘算一下，接下来怎么走了。这么好的金铁，在我们草原，这样一块金铁，足够打造3把锋利弯刀，或者5支能射穿皮甲的铁剑刺。汉人军队之所以厉害，就是因为他们懂得冶炼技术。他们用铁做铠甲，刀砍不进去；用铁做箭头，能射穿牛皮盾。我们匈奴的勇士再勇猛，骨头也硬不过汉人铁刀。如果我们能有足够的铁来铸武器，而不是只能用骨头、石头和少量青铜，匈奴一族又怎么会被大汉朝压制数百年，被迫西迁，甚至内部相残？夫君，要是我能早点遇到你，该多好！那我的族人……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，以后你跟着我，会有更多更好的兵器。公子，这是何物？个头如此之大。土豆，也叫洋芋，能当粮食，也能做菜，很好吃。公子，这些都是做饭用的。今天让大家开开荤，也去晦气。陆叔叔，这些真的都能吃吗？当然能吃，不只能吃，管够。今天叔叔给你们做红烧肉，保证你们把舌头都吞下去。红烧肉！我的老天爷，那是肉！白花花一片是猪肉，还有羊肉，这么多，堆得跟小山一样，我是不是饿花眼了？快掐我一把！娘，快看，肉，好多的肉！是真的肉啊！老婆子我有3年没闻过肉腥味儿了。我拉的不是一车肉，而是一车能引爆全场的精神核弹。乡亲们，山贼刚退，大家受了惊，遭了难，心里都苦。我陆沉舟没什么大本事，但让大家伙今天吃上一顿热乎的、管饱的肉，还能办到。今天咱们就在这儿支起大锅炖肉、熬汤，所有人有一个算一个，敞开了吃。大麦，带几个有力气的后生去砖窑那边拉一车砖坯过来，咱们垒灶。王传书，劳烦您带着婶子大娘们，把这些肉和这些土豆洗切了，肉切成拇指大小，土豆也切块。烧火的，去牛头坡那边挑几筐石炭来。